雨色照山岩，坠落间缠绵，绕了心几圈。三月照闪过彼此相交的视线，呼吸缱绻，羽花与断线串联过尘缘，绕你我几遍。偶然似注定，只因只与你相见，一夜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俗世情梦，相伴朝夕。如此可相识无声，抵过千言，此一世唯与你才算作成全。每一回眸你在身边，像静默于眼中眷恋，那冷却再浮现不变。心所愿，共你护人间，方不负人间。一如你缱绻，执手只剩半执念，不问期限，天地莫不解风情。似与君于无事尽，或离去谁后等重拾归期，再伴朝夕。如此可相识无声，抵过千言，此一世唯与你才算作成全。每一回眸你在身边，像寂寞于眼中眷恋，那冷却再浮现不变。Hello everybody， 好久不见。等不及抛开日月，紧紧相连，共归去远，世事只为你盘旋。每度论战都爱绵绵。好久不见啊，朋友们。等一下啊，我调一下，因为这个太久不播了，这个设备好像都不太灵敏了，感觉啊，感觉一整个就是不太灵敏。因为确实有点时间太长没播了啊，确实有点这个抱歉啊。设备也不是说生锈倒也不至于，咱设备这块杠杠的啊。有朋友说我爬墙了，大哥。爬墙是什么意思？看我直播不用爬墙看啊，你就直接就是坐床上，或者是坐椅子上躺着看都可以啊。坐沙发啊，不用爬墙看啊。爬墙了。咱们这个圈子呢，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要是爬墙的话，你就悄没声爬，好不好？你悄没声的爬，不用告诉我。哪天说朋友们，我这粉丝，咱家有很多粉丝嘛，有很多朋友陪我很久。但是有一天你跟我说，宁哥，这个我不粉你了，我去粉别人了。咱俩有一个约定，就是你不需要告诉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不需要告诉其他粉丝，好不好？咱能不能做到？咱讲究的就是一个好聚好散，行吧，朋友们？啊，不用告诉我，也不用告诉其他粉丝，也不用说特别声明一下哦，然后再声讨一下，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有一首歌叫做《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对着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时间浪费，是你跟我都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予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哎，这歌我真的忘了怎么唱了，不好意思，但是这个意思你们明白就行，好不好？就是哪一天说你们就假如说是爬墙了，或者是分窗了，都无所谓，咱们就保持一个体面，谢谢各位。啊，无论你是爬墙还是上房，还是说分窗，还是说揭瓦，咱们都无所谓，咱讲究这是个体面，谢谢各位了啊。咋突然开播了？也不是啊，因为就是刚回到横店嘛，回到横店，我觉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跟你们就是见个面，因为我知道很久没见了，大家对我有些想念啊。可能小时候才有体会的资格。人类的游戏规则是孤独的。吃饭了吗？今天因为那个啥，这个是开始已经也算半进组吧。然后那个现在已经开始武术训练了啊，武术训练了。然后那个今天训练之前吃了2片吐司面包，还行啊。火星、土星和黑洞什么时候撞地球？把我厌恶的所有变成闪耀的火球，照亮一整个宇宙。小猫小狗煎饼果子，亲人和朋友，爱我，我爱的所有。等到世界毁灭了，我牵着你们的手，一起去太空，哪怕真的很空。有时我不想活了，但我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这世界扰扰纷纷，有没有说打戏多吗？反正打戏不少啊，打戏不少，因为古装戏嘛，就是我古装戏很少我拍过没有打戏的角色，基本都是得打啊，每部戏都得打，但上部戏会相对少一些
啊，上部戏就是打戏会相对少一些，也没打几场，打了估计2、3场，撑死了。但这部戏可能是打戏会多一些啊，所以呢，就是完全不打的角色也有演过骆明熙嘛，演了一个文臣，天天就是跟你俩唠啊，天天跟你俩唠，但是然后就是不用打。那部戏确实拍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第一是不用打，第二不用骑马。啊，然后就是也算就是逃过了一部戏，结果没想到拍完那个之后拍的那个什么嘛，拍的那个《天行健》啊，打翻天了。所以人生就是你要干的活和所有做的事是有定数的，你这个地方偷懒了，你后面就得补上啊。所以没关系，这部戏打戏多一点，然后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啊。为什么提前进组去训练呢？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身体机能有些退化了，因为上部戏没怎么打，所以我有些退化了。提前进组训练一下，然后让自己这个身体机能恢复一下，协调能力啊。因为毕竟我这么大个子，啊，就是个儿比较高嘛，然后协调性比较差，然后就提前进组，先适应一下啊，省得到时候这个拖累剧组的进度。每个清晨与夜深，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和黑洞什么时候撞地球？小魔说：“宁哥，那这个戏你还活着吗？”说到这个，就是我觉得，但这个戏活不活着不一定啊，不是一定，不能告诉你们啊。就是我演戏啊，就是我接了这些角色，就是死亡率真的达到了就是现代戏还好啊，我现代戏还好，但是正常古装戏我演的角色死亡率达到80%，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赶巧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不知道也是这个应该不是啊，你这个应该不是，不一定。死亡率达到80%，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可能你在剧里就是比如说结局安静的时候嘎了，可能在某种角度上也是对这个角色的一个告别。第一是告别，第二是啥呢？第二也算就是会让观众就是会记住这个角色吧，啊。因为基本上我拍的戏都没打算拍第2部，所以说嘎也就嘎了，无所谓了。变成闪耀的光，去照亮一整个宇宙。有朋友说：“宁哥，你嘎了会有红包了。”那个红包基本里边也基本就放5块10块啊，这种的，就是基本就是它主要是，比如说你在演戏的时候，你在剧里的角色嘎了。啊，你就是活不了一点儿，剧组都会给你准备一个红包嘛，就是他会那个红包就是主要是就是说白了就是辟邪，啊，再冲喜，因为比如说人死了或者怎么样的，他就在剧里哪怕是演了，就相对来说有点不太吉利，所以呢就给你个红包，给你冲喜，让你就是稍微就是那个喜庆一点。世界毁灭了，我牵着你们的手，一起去太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和黑洞什么时候撞地球？把我厌恶的所有变成闪耀的火球，照亮一整个宇宙。小梦小狗煎饼果的亲人和朋友，爱我爱的所有。等到世界毁灭了，我牵着。有朋友几点下播啊？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然后我就播一会儿，累了我就下播了，好不好？一起去太空，哪怕真的很空。有朋友说我在上课啊，没事儿，上课就上你的。然后那个啥，我这个直播都是有回放的，到时候你下了课之后，然后你学习完了之后没事的时候，你再打开回放看呗。啊，我也跑不了。
对啊，有朋友都说了，你怎么刚开始就问什么时候下播啊？不想看回放，那你就是把那个啥，把我的这个关注点一下，然后呢，我下次直播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错过了。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基本都会在准备嘛，准备进组，包括围读剧本啊，包括什么之类的。这个过程我可能就是播的概率会大一些，所以最近我可能不止这一场，可能也会再播个几场啥的。所以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关注完了之后，到时候我一开播，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当然还是看直播比较好，因为它存在一个互动。我觉得直播的魅力就是互动嘛，你们现在打字我都能看到，啊。好大的饼，差不多得了啊！我这不是上来播了吗？也不是说没播。你说我再空一段时间播，你没播，那个再播的话，你们说两句就行。我今天不是上来了吗？非常自觉，一有空嘎就开始播。有朋友说你这没洗头，所以戴帽子吗？不是秃顶，我上面这一块就都全没有头发，我这前面这是假发片，我买了那种假刘海儿。啊，我再一接起来，上面就是那种轻装系。轻装系知道什么？就是前面本儿都全剃了，后面从这儿开始留辫的那种的，我属于这个造型。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平时就比如说我哪怕我拍轻装戏，人都觉得头发太少了，都得跟我说往前这个我续一点。我发际线在这儿啊，我发际线在这儿，所以就是不是说没洗头。有朋友说你洗发水到期，代言到期了吧？哦，对呀，欧莱雅，我还是欧莱雅美发代言人呢。就是我欧莱雅代言这块又有美发又有美妆。朋友们，刚才那段是开玩笑的啊，开玩笑，就确实因为没用，今天没用我们欧莱雅的这个大金瓶来洗头，所以头发有点油啊。今天所以就是稍微戴个帽子遮一遮。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做科学家吗？后来为什么没做成呢？还曾想过做老师，不仅受人尊重，还有我的专属节日。有朋友说完了，宁哥你商务要掉了，欧莱雅要掉了，别给我胡说八道，诅咒我呢。后来我也想做战士，无惧风雨，或者是旅行家，看尽风景。可是我此生已经没机会像他们一样活得精彩无畏。来生我一定要不活得畏畏缩缩，希望得到什么就勇敢追。可此生仅一次，这一回我也不愿后悔。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我就自己修改了，修改成。有朋友说宁哥可以嘴儿一个吗？来，闭嘴！不许在我直播的时候调戏我。我告诉你啊，朋友们是这样的啊，我一直开玩笑，我说我刘宇宁出道了这个快6年了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新粉儿，
也没有什么新粉啊。然后我一直说这个逻辑嘛，但是啊，确实不得不说，我播了几部剧之后，确实有一批新粉，有一批新粉啊，确实该说不说，确实我现在感受到了有一批新粉。为什么能感受到呢？是什么时候感受到的啊？因为我的老粉丝呢，就跟我好多年那种粉丝，我们就讲究一个就是相互尊重啊，我们讲究的就是一个彼此尊重彼此，我很尊重他们，他们也很尊重我，他们绝对不会就是来调戏我，极少有调戏我的，也基本没有说咱们这个圈子就基本没有叫我老公的。一般你就是很多饭圈嘛，都喜欢叫那个自己的爱豆叫老公啊，叫什么这种的。咱们这基本没有叫的，偶尔说不知性，嘎嘎叫两声，也就是他们也就释放一下，但是他们就很体面啊，就是又回到刚才那个了，很体面。但是我发现最近呢，有一些新粉啊，第一是一个逻辑，就有一次我是记得特别清楚啊，有一次应援呢，应该就是上一次那个杀青那次应援，然后呢。我就不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嘛，我寻思你们来一趟，我就跟你们打个招呼。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粉丝上来伸手来盘我手，我正常就给大家挥手嘛，就打个招呼 ，hello， 打招呼嘛，他直接这个手上来要摸我，要盘我，就是直接就摸我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突然那一刹那我就恍惚了，哎。我好像好久没有这种待遇了，好像被摸了一下，我被占便宜了。那倒也不至于了，我也没多贵啊，我就想说，咱们这不讲究一个尺度吗？上次应援的时候，我发现大概有个2到3个人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到3个人上来摸我手。哦，咱们这块呢，就是讲究一个什么呢？讲究一个就是怎么都行，但别上手，好不好？咱们就是因为现在我相信也有很多新粉在我直播间看我直播，咱们家就是有一个规定啊，是什么呢？就是别上手，别摸搜的，行不行？就咱们可以，就是我可以就是很信任你们的，靠你们近一点，但是呢别上手啊，这记住了，这第一点啊。第二呢，就咱家就是因为我跟咱家粉丝，因为很多老粉丝知道我说过一个东西是啥呢？就是你要是就是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哪机场也好，或者在路上也好，看到刘宇宁了，你跟我打招呼，你说哎嗨 ，hello 宁哥啊，这么巧之类的可以，但你别拿个手机呀。当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这样，哎宁哥 ，hello 宁哥 ，hello， 哎那个宁哥。你搞得跟个记者似的，我都怀疑下一会儿说，你说，哎，宁哥，那个关于这个你演过的角色，你最喜欢的是哪个？我都感觉你要采访我，啊，没必要，你要跟我打招呼你就跟我打招呼，如果你想拍我，那你就别说话。的样子，小狮子啊，开始觉醒吧，我面前的好不好？咱这样，因为我回头的时候，我因为叫我基本都会回头看一眼，但我一看一眼你再拍我就觉得我是工具人，我的作用可能就是让你回头拍一眼，我的一个回眸一哭，可能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好，因为咱你要是想拍你就别喊我，你喊我你就好好跟我打招呼，咱俩就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平等的交流，好不好？会在奔跑时被点起。还有就是什么呢？就在公众场合别喊老公，非常的肤浅。咱们之间就是这么肤浅吗？不要吧，啊，咱不玩这种了啊，咱们就是好朋友啊，咱就是朋友，是不是家人们？啊。别喊啊！喊完你这路人看到以为咋了？这帮小姑娘，这帮小伙啊，就是感觉就是我觉得咱们就是别那么的那个影响这个有伤风化。在大马路上喊，你再叫人拍下来发给你妈，
一旦旁边有个人咵一拍，给你拍下来传网上，你妈正好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你了，哇，我姑娘在外边干这事儿，回家不得打你啊！飞翔吧，这一辈子我来决定啦。有朋友说发呗，我妈乐死了，发给你爸。你爸打你，当然前面开玩笑的，但是我还是在开玩笑当中，我也是说了一下，就咱以后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别上手啊，千万别上手，别摸我，我谢谢各位了啊，因为我就是我就比较那个介意这个东西，倒不是说嫌弃各位，我就觉得就是没必要。有朋友说上嘴，是这样的啊，我这个因为我身高比较高，我穿上鞋肯定1.9米多了，基本女生的身高在1.65米左右啊，1.65米左右。我这个腿啊一抬能抬到1.65米左右，然后呢，这个当时呢，比如说你要是过来直接嘴，你说上嘴，我是一抬腿。然后呢，我的腿大概是1.13米左右，然后呢，蜷起来，再蹬直啊，比如说这样蜷起来，蹬直这一下啊，就是如果踹嘴上蹬出去，你大概能飞出去1.75米。哦，但是有可能是头先着地。啊，所以各位也是注意安全，尽量就是不要说就是上嘴。容易飞出去1.75米，大概左右吧，1.75米到1.85米左右的一个距离飞出去，啊，这个具体的数字咱们就不纠结了，所以各位记住了，谢谢各位啊。有朋友宁哥，你是1.22米腿，没那么长，咱没必要往自己脸上贴金。没那么长，我不穿的鞋嘛，然后那个视角拍的，我知道那张照片，它有1.22米的限高嘛，然后当时我拍的呢，觉得我好像挺高，但我穿的鞋，那鞋很厚的啊，那鞋第一鞋挺厚的，而且我没必要去，就说句实话，我没必要强调身高，因为就是矮肯定矮不了了，矮肯定矮不了了，咱也没必要说吹自己的腿有多长，这个没必要啊，没必要，咱不营销这个东西，咱不搞这种人设。啊，咱不要去自己就是好像自嗨了，觉得哇，宁哥1米腿1.22米，我一共1.9米，我上身70公分啊，不到70公分，60，我是怎么？我是上面是个磨盘，就像盘串一样，我上身是矮装的呗，南瓜装的，不可能那么短啊。它就是主要我觉得就是我第一身高在这儿，高肯定是毋庸置疑，是个挺高。第二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匀称就可以了，咱别营销那个腿长1.22米，太吓人了。咱别玩这种营销，我受不了这种人设啊。注定的旋律已经刻在心底，孤独等待被爱。然后直播那个迪士尼的这个照片嘛，迪士尼照片那个我们就是修呢，不得 P 一 P 呀？啊，不得 P 一 P 呀，得 P 一 P，哎呀，我见不得人嘛。命运安排注定。开推啥时候啊？开推大概4月末左右吧，我不知道，我听说的是4月末左右会播，然后呢，希望他能4月末播呗，因为他在做后期了，已经，我们录完2期了已经，哎，录2期录4期了应该，录4期了啊。有朋友说你还觉得吓人吗？你不是说不吓人吗？所以虽然我年龄很大，但是还是很单纯嘛。
也不是说强调自己保持一颗童心，但是确实有一些单纯了，吓尿了已经。我希望那个就是因为他当时是什么呢？他有一个东西是捆在腰上的，然后前面支数个杆儿，然后这样是正好拍着你，前面像有一个那个 GoPro 那种的拍着你的脸。我希望它的清晰度低一点，否则他会发现这个男孩哭泣了。这个男孩哭泣了，当时就是哭泣了。眼泪止不住，口水止不住的从眼里流出来，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当时反正就是第一期录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啥呢？我觉得就是节目组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就是看看你的底线是什么。第一期录的是什么呢？他其实你们看到网上，比如说提灯那个照片，我看到了，提灯那个动图我看到了，那个是啥呢？那个是不是正片里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是节目组什么呢？节目组就是来测试一下嘉宾的胆量，然后呢，看看你们的承受力到哪儿，从1级、2级、3级、4级、5级到这么一个等级。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1级测试当中，你就受不了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比如说到了5级，比如说我当时去参加第一个环节，第5级的时候，我嘎昏过去了，吓昏了，当时吓昏了，就是节目组可以就说怕以后的录制不顺利，就及时把你就是换掉，叫别的嘉宾来嘛，对吧？就是他叫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5级恐怖，然后呢，当时就是让你就是测试一下，如果当时在这个测试当中你昏过去了，换人 ，OK。直接就是邀请别的艺人去，或者吓得吐白沫子了，你得去抢救吧，对吧？你抢救去了，别人录嘛。他怕你录着过程当中你吓晕了，那个节目就接不上戏了嘛，那属于播出事故了，录制事故了，不太好。所以当时就是测试了一下嘛，还好我挺住了，但是我哭了嘛。抵达你有朋友说：“宁哥，那你这一次还叫留下来吗？”我叫流眼泪了。这回不叫留下来，叫流眼泪。反正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跟那个节目组，就是跟那个开推节目组合作过一回嘛。所以我对他的期望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期呢，把我吓得骂脏话那一句给我剪掉。这是我对第一期，其他的比如说哭了什么的我都没关系，给我放出来，不丢人。我觉得这就真实的真实的反应，但是一定把那句脏话给我剪掉就行。已经化在心里，眼睛等待被梦唤醒，时光永恒注定，终将穿越回忆，奔向你，奔爱去。错过风，错过雨，都不可惜。此生我不愿错过你，错过你。梦过花，梦过月，都不及我眼里的你，都不及我眼里的你。斑驳的光阴。有人说宁哥你鼻子没事吧？没事啊，没事啊，鼻子没事啊，就是玩那天录那个好六的时候撞了一下，没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化在心里，眼睛等待被梦唤醒，时光永恒注定。怎么突然就直播了？这不今天就是回来了嘛，回来就想说播一会儿嘛，也跟大家好久没见了，然后就稍微播一会儿啊。将穿越回忆，奔向你，奔爱
去。错过风，错过雨，都不可惜。此生我不愿错过你，错过你。梦过花，梦过月，都不及我眼里的你。都不及对，得多，最近我得多播一播啊！这个放心吧，这绝对不是画饼啊，真的会多播的。原因是啥呢？因为我还想获得2024年度的这个微博直播 King 这个殊荣，这份荣誉我还是要取得的，所以你们要放心，我为了事业我也会多播的。因为对我来说，微博直播 King 这个荣誉就是非常的就是珍贵。我眼里的你，错过风，错过雨，都不可惜。此生我不愿错过你，错过你。梦过花，梦过月，都不及我眼里的你，都不及我眼里的你。专辑录完了吗？我这次回北京又录了一首啊，又录了一首，现在还差几首吧。为什么总差？也不是因为歌真的很难收啊，因为我确实，我不属于一个创作型歌手，所以我碰到我喜欢的歌也不是说我品味高，跟我品味高与低没关系，就是我得喜欢啊。我这歌我发的歌我一定能喜欢，或者有一个点能打动我，但是如果就是没有说打动，就是或者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可以，我就觉得没有发的必要，因为我难得发一张专辑，我起码这些歌我都得喜欢嘛。啊，我不管他说这首歌你说发了会不会火或怎么样的话，我都不是说火为那个第一要素，我觉得就是我得喜欢，而且我觉得好听啊，这是我的一个要求嘛。但是总是前两天还真选了一首比较好听的，就听了就会开心啊，听了会开心的歌，上次差2首，对啊，我已经现在就差2首啊。然后我前两天又选了一首，然后那个在写词儿呢，因为它原本的 demo 是一个英文的啊。粉你115天了，再不翻我怎么样呢？不翻你又如何？照山野。OK， 最近这个《雨风行》你们都看了吧？啊，《雨风行》。然后呢，包括刚才我那首放的那首歌叫做《又见逍遥》，然后呢，也是近期在播出的一部剧，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那部《又见逍遥》，也是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仙剑系列的，因为我以前我是玩游戏的，我是玩那个，我以前小的时候就玩游戏，现在也玩嘛，啊，仙1啊到仙7我都玩。所以呢，像那个什么那个又见逍遥那个没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那部剧，包括这个雨凤行啊，雨凤行也是非常之好看啊，因为当时他们在拍的时候我还去探班了，我去看了一下啊。落剑缠绵，绕兰心几圈，三烟云漫过彼此相交的视线，呼吸缱绻，羽化一段线，春连过尘缘，绕你我几遍，偶然似注定。对，当时正好那个什么，正好也算就是给那个谁朋友探班嘛，然后去了于凤行剧组去瞅了一眼。啊，瞅了一眼，然后那个也，当时也是那个去，主要是也是跟导演聊天什么的，然后当时就给我看了一个
看了，就是我去给导演，比如说看到导演嘛，就是我就说拍咋样，我们就聊天嘛，然后当时也给我放了一段他们的戏啥的，就是那种我当时也看了，就觉得挺好看的。所以朋友们最近要没有戏没有什么剧看呢，可以看看这部《雨凤行》啊。只与你相见，一夜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你沉迷俗世情梦，相伴朝夕，如此可惜。有朋友说你是给丽影探班还是给导演？本来是给那个丽影探班嘛，因为早就说了说探个班啥的，也不是都在横店。我们探班其实不是像你们想象这个多么的隆重啊，也要做好多准备啊。其实不是，就是到处溜达。你比如说你今天没事儿，他在剧组，就是美名其曰是探班，其实说白了就是去看看。有什么探班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你要买一点奶茶呀，买点这个什么这种水啊，然后到剧组给大家这个，就是人家说句实话，整个剧组也不差你一瓶水，也不差你一杯奶茶。其实就是去溜达一趟啊，溜达啊，说什么探班什么，我就觉得有点大了，就是去串门看一眼啊。有朋友说你主要看没有，也不是因为我在之前就见过那个导演，因为我忘了我讲没讲过这事儿了。因为《雨凤行》的时候，当时那个丽影也推荐我去这个演一个角色啊，然后那个啥，他当时推荐我演一个角色，然后当时因为他推荐了我嘛，然后我们之前就跟邓科导演就在。当时在北京见了一面，然后有一天吃饭，他约说小宁你在北京吗？我说在，然后我们就之前其实我跟导演之前也见过了，然后就是见过，所以再给他探班也属于就是朋友了嘛，也属于朋友了嘛。然后呢啥就是主要也是聊后面的戏的项目嘛，然后聊了一下，是无声的过千年。此一世唯与你才算做成全，每一回眸你在身边，像静默一眼中。然后后来我后来拍邓导的戏的时候，因为邓导组有好几个导演嘛，啊，我们那组有个王导是个女导演，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有一段情感戏的时候，就我要拍情感戏的时候，他特意呢还把这个。把他们雨凤行的吻戏拿给我们看，说你看看这个，你看人这个可以啊，就是让我就是他当做一个教材让我来学习。当时，我还又看了一遍，哇，挺好，学习。那冷却再浮现不变。他说教材看看，你看看人家这个弄的行不行？我说哇，真不错，哇，好可以呀，哇，带劲啊！啊。吕鹏说：“老大别看，你学坏了，你有病吧？”看看人，就比如说我们看个电视剧，然后我打个比方，我们看电视剧看了里边有吻戏，然后你说：“宁哥别看吻戏，你会学坏的。”你说小时候你妈跟你说这个话，你现在转述给我了。你小时候是不是坐家里跟爸爸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剧，结果发现那个里边的男女主嘎嘎在那就是整一口，你就当时你妈就跟你说别看，学坏了。啊，但是就是这个咱是这样的，朋友们，就是电视剧里边的吻戏呢是这样的，朋友们，18岁以后可以看。你没成年的时候就尽量也是不要看，确实容易学坏了。好不好啊？咱尽量就过了18岁之后就可以就是正常看了啊。不负沦陷，一如你坚决，执手之身伴着念，不问期限。
天地莫不解风情，似与金与无之间，或离去谁孤灯重拾归期，再盼朝夕，如此可伤。有朋友说老大你要进组了吗？是啊，得拍戏啊，得拍啊，得拍啊，所以马上快进组了，现在已经算是进组了嘛，现在已经开始前期训练了，武术训练了，然后那个快了。抵过千言，此一世为与你才算作成全。每一回眸你在身边，像静默于眼中眷恋，然冷却再浮现不变。有朋友老大，你看到我了吗？我要考医了，就是你要去考医生是吧？加油加油加油，非常棒啊！你也加油，好好考。等不及抛开日月，轻轻相恋，共归去远。有朋友你杯子买了吗？迪士尼的没买，我就逛一逛，光看不买。给黛米买了一个那个就是动物套头，小狗套头那个东西，买了个那个东西，再没买啥。啊，迪士尼因为我每年都会去一趟嘛，去溜达去看看，然后呢，就还好，因为也没玩啥项目，有些很多项目没玩，就几个主要的去玩了一下，然后主要去拍点东西啥的啊，散散心啥的，对，就小猪那个小猪头那个啊。百世另一人不绝。等一下啊。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你们等我一下啊，我去看一眼。我隔壁邻居好像打起来了，那边我去瞅一眼啊，你们等我一下啊。好凶啊！等一下，我给你们放个 VCR， 你们看一下啊，我一会儿回来啊。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就是会？那就当代年轻人。等一下，我给你放个 VCR， 你们等我一下啊。太恐怖了。人现状，我的善恶观就是会，那就纯就是人之初，他就是心里就变态。我的金钱观，凡是有人跟我借钱，只要提借钱，直接拉黑。我的爱情观，你是搞笑女是吧？我是搞笑男，咱俩不合适，拒绝你了啊！我求知，鱼香肉丝里为什么没有鱼？就像老婆饼里为什么没有老婆一样。我冲浪。男人有钱一定要花男人钱，难道不花男人钱，等着他把钱给别人花吗？当你花完所有的钱，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听懂掌声？我的注意力，看那个电视上竟然有汉堡，我好想吃。超炫川辣CP堡，口水鸡味儿的，好像不错。我上镜，那个求我大红大紫，线上吵架，打我，哈哈哈哈哈哈！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打我。线下 battle， 别找人打我，求你了，能不能不打我？招谁惹谁了？我八卦，真的吗？行，
详细说说，展开说啊，一定给我展开详细好好说一说。我的脾气，我就要去，我能听你的啊！你们能控制我，我就要去。我的骨气，我表面上，我觉得就是与人向善吧，我觉得就是这样。我实际上，我管他死不死。我的精神状态，但是我们一起走过了5年，5年，你知道我这5年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我的生活态度，我让你笑我、恨我、对我看不起我，我让你追我、虐我、压我、噎我、被你害我，现在我拼了命了、发了疯了、集中在我，怎么你没话了？送了被出落，傻了吧？你傻了吧？傻啦啦啦啦！我的素质，这种人我跟你讲，他死了，坟头不装 WiFi 都没人去。我平时的智商，我对人时的智商。但我在这里祝愿所有不理解我为什么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那些朋友们，我希望当你们能有所晋升的时候，不要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别人骂我，你等会儿，我给你截图发你妈。上班时的我，下班后的我，我要带着我的气质，我的脸，带着我的胸襟，为了山顶上摆造型。我要被你看到过的天上，我的在这个动作，永远在那一起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天全把人在红色，我要化作一个烈烈的火烧给纵目当当的燃烧你，纵目当当的燃烧你，就像麒麟。别人喜欢的，小姐，一个人吗？来，请喝一杯。我喜欢的，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我的唱只有微笑，扬起你的嘴角。我的工资，我工资呢也是1个月2000。我的饭量，我网购，我的学习能力，捉起捉，哪个是给我？回来了啊！忽然四注定，只因是与你相见，一眼万年。误会了，人误会了，没打起来，他们在那看那个于凤行呢。电视声音开的有点大，俩正好是于凤行在那就过招呢，当时，过招呢当时，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我误会了，都是误会啊。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你沉迷，俗世情梦相伴朝夕。如此可相识无声，抵过千言，此一世唯与你才算做成全。有人说雨凤行你看了吗？看了呀。你在身边，像静默于眼中眷恋，那冷却再浮现不变。有人说老大唱首歌呀？这么想听到我的音乐吗？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除了我的这个喜欢看我演戏和直播以外，还有一群就歌迷朋友们。这帮歌迷朋友们也是在期待着我能不能就是唱那么一唱，整一首，来个什么呢？来一首。这世上有那么多人，好不好？这种就是那种有点，我特别喜欢这个歌的原因是它这个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就是浅浅的跟你诉说的一个感觉啊。它有一种那种诉说感啊，就好像在跟你说点什么，但不重要。
啊，肚子笑了。前奏一响就有这个故事感，真受不了啊！来，我们听一听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呢。晨昏，啊，肚子又响了，多喝点水。因为最近那个要开机了，减肥，所以能不吃咱就不吃了，总比到时候被一些这个歹拍拍到一些丑入头强。本来长得就不咋地，再胖乎乎的。等一下啊。来个水饱就行。我找个特效啊。来个这种懵懵的特效。对啊，有人吗？快来人呐！救命啊！有人吗？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中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星辰。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是接不上不想。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
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逝中旋转，已不见了那远光中走来一声情郎，身旁那么多人，可是接不上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的长吻，常让我想啊想出神。Thank you。快乐是什么颜色？可能小时候才有体会的资格啊。有朋友说你老大，你天生就是歌手啊，谢谢你，也不用这么硬捧，有没有实力唱将？游戏规则是孤独的追寻下个位置的大可不必。有朋友说宁哥，你为什么你也没叫宁哥？有朋友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创作歌曲啊？因为确实这个东西是术业有专攻的，我确实这个对创作这一块确实不太行。你说以前写没写过歌呢？确实写过，但是就是非常的次。我自己写完，我自己都不爱听，都不爱唱，没有什么意识。所以导致我就是现在就是就算了吧，就算了吧，就别自己写了啊，也就是会有点儿就觉得没必要。有时我不想活了，但我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这世界扰扰纷纷，我还等着体会每个清晨与夜深。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和黑洞什么时候撞地球？把我厌恶的所有变成闪耀的火种，照亮一整个宇宙。小猫小狗煎苹果的亲人和朋友，爱我，我爱的所有。有会儿唐人最近又火了，唐人是人家歌好啊，跟我没啥关系啊。人那个估计以前我翻唱过一个版本嘛，那样直播时候唱的。然后可能最近有人听到那个歌了，但是是人家原曲和原作者比较的就已经很好听了。我就是用我的方式表达了一下啊，肯定是没有人家好。等到世界毁灭了，我牵着你们的手，一起去太空，哪怕真的很空。反正我现在就有个规划，就是什么呢？就是等我专辑做完之后，
我要立刻做一张别的专辑。又画饼了哈，也不是画饼，就是当时也是我一个想法嘛，就是我要做一个别的专辑。等我这张专辑做完之后，我会做一张翻唱专辑，就专门找一些我喜欢的歌去翻唱，然后翻唱一张，就到时候有什么好听的歌，或者我喜欢的，或者我以前翻唱过的，我会重新给它制作、重新编曲、重新好好录制，然后那个搞一个这个翻唱专辑，以前会很介意翻唱这件事儿，因为之前很早，大家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嘛，大家觉得我是网红嘛，然后当然现在也有人觉得我是网红啊，我不重要。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当时就是说刘宇宁这没有作为一个歌手，你自称歌手，你没有自己的作品啊，你天天你就是靠翻唱出来的，确实没错啊。因为早期的时候我就不是翻唱那个讲真的出来的嘛，然后呢，包括一些后期的歌都是翻唱为主嘛，然后呢也没有自己的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给自己一个规划，就是我避免去翻唱，我就要其实做自己的这个属于自己的歌嘛，包括唱 OST 也好，做专辑也好，然后做了一段时间，现在可能大家也不会说这个说也只会翻唱了，现在可能经过5年的一个历练，然后觉得这个好像那个这个标签就没就是没有那个说只会翻唱这个标签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翻唱了。所以就没关系，可以做这个东西。有时我不想活了，但我觉得该死的理由气人。这世界扰扰纷纷，我还等着体会每个。有朋友说，宁哥，你能不能在心里预祝我这个考职成功还是什么东西啊？我在心里给你祈祷是吗？这个还要在心里祈祷啊？就是讲究一个心诚则灵是吗？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还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OK 了，咱这一块已经就是搞定了啊，搞定了啊。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有人说宁哥完了，这回又得说你这个直播间做法了。这个梗我还真知道啊，说这个刘宇宁直播的时候是在做法啊，这个东西呢是我的一个法器，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咱倒不是说宣传这个封建迷信啊，说这个有点像那种跳大神里边这种就是法器啊，所以我在直播的时候其实是在做法。你感觉我是在直播，其实我是在做法，就是那种，就是这种在求佛，啊，我这是属于法器。我应该拿个这个，划不出声音啊，不好意思，啊，简直离谱啊，可以。其实他有他的一个脑洞或者有这个想象力，我劝这种朋友是啥呢？你可以去做编剧，不是开玩笑，我说真的啊，因为这个行业现在这个影视行业非常缺好的编剧。你刚才那么离谱的想法，我觉得就是说明一件事儿，就是说明你这个人脑洞是可以的。所以我建议你啊，就是无论你喜不喜欢我也好，但是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精力放到正事上。你比如你做个编剧，你真的写个小故事啥的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写个大故事可能写不好，你先从小故事写，你就先写桥段。比
比如说现在，比如说这个男主的人设已经有了，这个男主的人设呢是一个1.89米的一个大男孩，然后呢，他的人设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喜欢直播，喜欢在这个直播跟这个朋友互动，然后呢，其实呢，他背地里是一个法师。于是乎呢，他表面上可能在直播，其实呢，他是在做法。通过这个大家的围观，然后通过这个法器的一个操作，把这个能量吸到这个人身上，然后呢，最后呢，当然这个如果他作为男主的话，绝对不能是一个反派嘛。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在做法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但是他觉得这件事这么做是天理不容的，于是乎呢，他就果断摔了自己的法器，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修正道了。你这部戏的片名就可以叫做《主播修仙传》。哎，这个故事呱呱你当时一丰富。比如说有一天突然这个男主在直播的时候，有人哐哐敲门，他以为是他声音太大扰民，打扰了隔壁，结果是一个女孩过来借厕所。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个女孩之后，他俩就是互相一开门的那一刹那，是一个这个慢镜头，哗一开门，这个女主的脸一露，这个男主的脸一露，俩人一对视，3秒钟，夸夸就是开始散火花。那一刻就爱上了，因为他正在这个做法的过程当中，可能心神不宁，一瞬间就走火入魔了，就爱上了这个女主，他俩就发生了一段这个情感故事，这都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脑洞放到你这个做编剧这个头脑里，你可以就是搞一个做编剧，你其实现在编剧很赚钱的，就是在这个职业规划上，你以后成为大编剧都很赚钱的，真的。所以你可以尝试写点东西啊，我真的是建议你尝试写点东西啥的，你别把这个精神头放在这些东西上，就是没用的。因为老天给了你一个编瞎话的一个老天给你的一个编瞎话的脑洞的一个能力，这属于就是给你的一个天赋。每个人出生以来都有他的天赋，那是你编瞎话的天赋和你的想象力天赋，运用起来，把它成为让你成功的一个道路。加油！有朋友说，结果这个女孩来借厕，有朋友我看弹幕有人说结果这个女孩进来上厕所，发现这个女孩拉屎很臭。也就是这个女孩呢，到这个男主家借了个卫生间之后，发现这个女主走之后，卫生间的味儿3天久久不能释放，就3天的这个味儿都放不出去。我朋友，你这有点你玩的有点脏了，有点啊。他是拉棚顶上了吗？还是拉墙上了？他是喷墙上了？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不存在这种的，啊。人家可能借卫生间，并不是去解决什么这个肚子里的东西，人可能到里边去补个妆呢。你怎么可能补完妆之后，他打开他的包，然后喷了点香水，你会发现这个男主一进卫生间，发现以前很臭，但是这个女孩进来之后，这个卫生间变香了。你是离谱。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我说宁哥，我带香水了，让我进去。如果真的有女孩过来借厕所，我会跟她说俩字儿：不借。我说我家厕所堵了，你去别人家看看吧。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界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
我神通广大，必须得晒晒，挣脱我脑洞开花。有朋友说我是修厕所来，让我进去。啊，我说我说厕所堵了，你不借，你说没事，我是修厕所的，好吧。真拿自己没办法，怎么拍怎么帅。心情好出去耍耍，随手给晒晒。公园里小草花花，那得晒晒。分享快乐遍天下，越习惯越可爱。来晒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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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朋友来问那个以前问过的问题，说宁哥拍戏的时候血浆什么味道啊？什么味道？就是糖浆的味道嘛，止咳糖浆的味道，啊，糖浆的味道，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是蜂蜜啊，都不一定。然后呢，但是就基本就是甜的，啊，止咳糖浆的味道。这样吧，朋友们，这样下次呢，我拍戏的时候，那个我偷偷帮你藏一点。我下次拍戏的时候，从剧组顺点血浆出来，然后在我直播间抽奖送出去。我跟化妆老师商量一下，我说，比如说我喝那个吐血的戏的时候，我那个啥，我就跟他我倒一小杯，我自己留着，然后在直播间抽奖的时候送出去，让朋友们尝一尝，喝一口，好不好？嗯。有朋友游过来变味儿了，不会，因为那个血浆也是提前调好的，他可能提前1个月就调好了啊，然后不会说现场先调，他也不是说你上饭店点菜，你说给我炒个血浆，夸他一顿加工，然后让你喝下去，然后开始吐，不是的，他早就做好了啊，所以基本都是没事儿啊，哪怕过期也无所谓，就是因为这不存在过期啊，他会放防腐剂的啊。你喝过吗？喝过，但是不是故意喝的吗？比如是像那个你拍戏的时候，就是你作为一个武林高手也好，你或者作为一个这个武林不高手也好吧，你总得吐血嘛。啊，一般是什么呢？一般就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套路吧？就男主就是这种总吐血会让观众所心疼嘛。对吧？有很多男主就是咱玩的就是一个叫做这个叫美强惨嘛，美肯定是得这个主角长得好看嘛，就是美嘛，有美貌嘛。强就是他的武功很高强嘛，但是呢，他最好是什么呢？人又好看，然后呢又这个强大，但是呢他不能没有缺点，那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会相对无聊一些。所以一定得有个惨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惨通常是什么呢？通常基本都是说他身中剧毒。哎，你们去分析这些美强惨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男主的人设，就是他比较第一是得好看嘛，第二就是武功很强，他很有头脑，或者是武功这个或者是这个运筹帷幄，什么都特别棒，但是他一定得有个弱点，就是他有一个治不好的疾病。啊。命不久矣的一个，基本上是命不久矣，或者是治不好的疾病，或者是中毒也救不好，早晚得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定还得被人折磨，啊，被人折磨打吐血，或者是捆起来吊起来抽鞭的，这种呢会比较让观众心疼嘛，所以你就难免会有些这个剧情需要吐血嘛。我有一次也是吐嘛，就是那种，比如说喝了一口血浆，然后在嘴里含着，然后那边导演说3、2、1，就吐嘛，吐完之后发现嘴里下面还有，因为我躺着吐的，然后呢，结果下面还得就是立刻，一般吐完血之后呢，就是别人过来扶你，他就会跟你说你没事吧？正常会这样，没事吧？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就正常会说我没事，你先走，基本都是这样的逻辑嘛。但是那天就是我吐完之后发现还有半口在嘴里，但是我不能像吐痰一样，不能像我们就是刷牙刷完之后再吐一口，吐2口就很奇怪，正常我们刷牙是吐2口，
但是呢，你吐血的话，你吐2口就说明就是感觉我呸，就在这个会让观众所出戏嘛。比如你吐血一下，观众会容易出第2下就会出戏嘛，一定那种得这样嘛。然后但是我那天吐一半，发现真有一半在里边，然后呢就是吐完了嘴里还有一点，然后这个人说没事吧，我就没事儿，我得咽下去，结果我给我齁的不行了，给我齁的那一下直接给我齁住了，就是没事儿。能喝那个喝肯定没事儿，它就是食用色素和一些东西勾兑的，是能喝的。但是血浆也分2种，比如说一般你喝的都是那个化妆老师给你准备的，因为他会准备好一点的。但是道具老师的血是不能喝的，道具老师的血基本是什么呢？是那个洗涤剂和那个色素搭配的，洗涤剂家里刷盘子刷碗那个洗涤剂啊，洗涤剂，然后那个和色素搭配的。然后比如说基本上道具老师的血是干嘛用的呢？都是倒在地上的。比如说你在古装戏里，当时咵这个人被杀死了之后躺在地上，然后这个地上一滩血，那个血基本都是洗涤剂，因为洗涤剂它会有一些那个粘稠度，然后加上色素，没有泡泡嘛，你不掺水就没有泡泡嘛，啊，你不掺水就还好，就是你掺水肯定它就反应了嘛，但不能喝，那个是不能喝的，你们喝的洗涤剂不那么中毒了吗？啊！喝了会吐泡泡吗？尽量大家不要喝啊，对，那是不能喝的，不能喝那个东西，那个基本都是倒地上的啊。每天平凡也被单，必须得晒一晒，还像星空的天吗？还要被晒一晒。雨系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地上一滩血，突然天空下雨了，哎，这我还真没想到啊。哎，下次我再问问，因为有可能是什么呢？我说的只是其中一种制作方法，可能我下次再问问道具老师，我说这个血浆除了用洗涤剂做，还能用什么做？咱们下次直播给你来个科普啊。比如说这边这个坏人死在地上了，然后一滩血，天空开始下雨，咕起泡了啊，像洗了个泡泡浴啊。晒你的每天闪耀。一会儿你6月份还去迪士尼吗？你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要去迪士尼吗？你想6月份偶遇我是吧？我不去了，我6月份在拍戏了，马上进组了啊，进组了，一个穿你的笑容，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可以聊聊子川吗？可以啊，为啥不能聊？可以聊的。子川是好久之前拍的戏了，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其实，当然我现在演技也不行啊，但那个时候可能更差一些吧。啊，更差一些，但是我觉得每一部戏对于我来说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啊。
然后所以紫川那部戏让我就是他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让我演一个。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物状态，他是一个狠的人的人物状态该怎么保持，或者是内心需要什么东西来支撑他，然后是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我前面每一个角色都是为了我后面角色所准备的，因为我每个角色身上都会有之前角色的一些影子和一些感觉，所以地林呢，我觉得我拍完地林之后会让我对这种比较有威严的这种角色会有一些帮助，会有或者是多一些思考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就是比如像就是管理者呀这么一个角色，这种类型的角色，我知道他的一个状态，人物状态是什么样，就可能虽然有区分，但是我知道把握的点是在哪儿。没有，因为地灵那个时候我回头看的话，确实是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啊，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对，所以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当然我要感谢每一部戏嘛，感谢每一个角色，让我就是都会成长，多多少少会成长。你们回头你说从我演的第一部戏到今天，你会看见每一部戏都会有一些成长的，然后也感谢每一个这个角色啊。有朋友说第二部地林还活着吗？地林那个是有原著，因为他是紫川嘛，他是有原著小说的，小说里应该是嘎了，小说里是嘎了，但是我们拍呢，我们就拍了48集，也就是其实是上部，上部其实地林没什么太多的戏，其实说是人家那个制片方非常非常好，然后给了我一个这个男二嘛，就说是男二，但其实戏份很少，戏份相对来说少。你想想，我48集我才200场戏左右，然后呢，就是我的重场戏是在第二部，但第二部没拍。这个角色的这个中场戏，大部分包括一些就是有这个戏剧性的戏，或者是有这种亮点的戏，都在后半部，但是他没拍。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做科学家，但是后24集，因为现在已经播了24集嘛，后24集的话，没嘎，可以告诉大家没嘎，但是连配音都没配呢，应该明年会播吧，后来为什么没做成呢？还曾想过做老师，不仅受人尊重，还有我的专属节日。有说宁哥翻我就去抄写聂远洲什么什么什么，也不用抄写。你要想练字，你就直接练，也没必要拿我来当幌子。当然练字还是好的练字还是好的。被我水喝太多了，我要去卫生间，你们等我一下啊。给你们整个 VCR 啊。朋友们，这样式儿，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好不好？就这个歌一唱，现场瞬间被我点燃。赶紧奔走相告一下，刘宇宁开直播了，鸭脖、鸭舌、鸭爪、鸭脖嘎子点上了。追星这一块讲究的就是一个离不开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时时刻刻，每每天天都能看到我，无法注视我的脸，元气举开大一点，咋了妹子？走了快点，唱2个点，聊3个点。我不相信你一顿饭能吃4个点，啥也不讲，啥也不说，大眼瞪小眼。兄弟们、朋友们、家人们、哥们儿、姐们儿，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都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就这个人感觉是个病态，说出去都很奇怪。我去你的什么娃娃菜！来，把价格先凹出来，帮你点一份外卖。哼，我网速比你快。我的粉丝会觉得我可爱，希望演一个乞丐，哪怕告诉你1+1等于2，你说我太厉害了，你就是个天才，别人无法替代。有朋友说怎么又在直播？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你现在知识还这么匮乏吗？你要不想学，你不想学，你出去。你没听过这句话吗？那我是能卷死我身边的人，我就卷死他。哈哈哈哈哈哈。
首先呢，我怀疑你是想暗算我、吓唬我，要过来埋伏我。我就感觉这些人不是我粉丝，我感觉这帮人在耍我、调戏我。那个血压咣咣的给我气的，给我，这得尬死我，这得尬死我。这个英文名叫做 PD， 我怕影响各位休息，但是让你觉得无比的低级。有朋友能看到你的16块腹肌，好刺激！你这不叫直播，你是给家人们的福利，而且在这坐着跟你俩唠。你说有几个人能做到？本故事全靠编造，情绪气氛最重要。咱不像人家几个小时过去，啥玩意儿你脑袋接受不到，知道。好嘞，可以，明白。对，懂，好，是。行，我先挂了，我这不行，我那朋友等不及了。你家洗衣液没了，你上我家倒点啊！家里没大米，家里没鸡蛋了，到刘宇宁直播间来领豆油来了。你到菜市场买菜呢？我这是超市吗？跟你拼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明星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也犯不上吧。我一开门我就说：“你们找谁啊？进来吧。”咱们也没那么熟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叫我的小名。一跃龙门，勇猛过人，生龙活虎，穿搭博主，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万里挑一，人见人爱，上天入地无所不等，流连忘返，运一要良，行善积德，功德无量的罗登兄弟刘玉宁。一键3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朋友们，有这个现在直播有笑我也想做战士无惧风雨，或者是旅行家看尽风景，可是我此生已经没机会。그댈 듣고 있나요 나의 목소리 그대 향하니 goes back 지금 듣고 있나요 이런 내 마음 들리나요 철문을 떨어지던 민방울처럼 내 맘속에 널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miss you。 这个歌呢是来自烈焰啊，也就是五更季嘛，后来改名叫烈焰了。这个歌呢是我今年 OST 里喜欢的歌，就是包括我录过还没播的啊 OST， 它能排到前5，不是说第5名，是前5里面有它。当然，刚才那2首也是前5里边的啊。哎，我为什么要排序？刚才那2首当然也是排在前5里的，包括这首歌，这3首啊不行啊，前面还发过啊，反正就是呢，怎么说呢？这首烈焰的这个插曲呢。叫做向死而生，我就是很喜欢这首歌，就这样没毛病吧？啊，有朋友说我想听前2的，前2当中有他一个，啊，这歌当时给我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我当时录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我当时录的时候觉得啊，差点给我录死。我累的不行了，我也不太行。结果呢，后来发现成品出来，我还觉得挺好的。因为它这个特别难是什么呢？就是向死而生的雨过，羞耻的、焦灼的、无奈过、颓丧中的年月啊，这一口气就特别难。所以我可以唱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没吃饭，我不知道有没有今儿把这个歌唱完，所以我试一下啊。想听第一，给我闭嘴！哪都有你。我唱一下这歌啊。
啦啦啦，相思而生的月光，手指的焦灼的。好，调一下效果啊。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来个这个效果啊，来这个效果，看能不能给增加一点这个味道啊！快唱，好期待！你这样给我造成压力了，你这样属于就是我本来就是没那么大压力，但是你一期待，我压力嘎就上来了。不醒半夜手被乌云笼罩，随空气流窜，接踵而至的是命运的枪，一度又一度轰然塌方。谁顽抗，谁倔强，谁期盼在裂缝里祈求呼唤，只愁梦中信念托起不屈服的心脏。结束心魔狂乱，痛心历练悲欢，对于磨难纠缠，身影弥留而上，涮我灰暗放声的哭喊。你我傲气凛然，刺伤不安的绝望，燃放天地光芒，护送温暖过岸，点亮来日的春意盎然。相思而生的月光，手指的焦灼的刚才麦克风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刚才这个麦克风是不是出了一点问题？刚才我再测试一下啊，刚才应该是有问题啊，没事儿，我把这段重新来一下。护送温暖过岸，点亮来日的春意盎然。相思而生的余光，手指的焦灼的无奈过颓丧中的年月啊，时间煎熬那面孔，怨气的压抑的敌后的幻想里动荡变化，灵魂的枷锁镣铐的事情，化地为劳动，以梦为梦，为心碎互相挣扎，来细数混沌张开的花。那个有点没有劲儿，有点底气不太足，这样下次我再唱吧。感觉气儿不够，差点要过去，差点要感觉啊。那咱们还是咱们尊重原唱，咱们听一下原唱唱的吧，好不好？啊，因为确实今天是有点超越不了原唱了。相思
生地遇过，羞耻的、焦灼的、无奈过、颓丧中的年月啊，时间煎熬那凝空，运气的、压抑的、以后的幻想里动荡变化，灵魂的枷锁，镣铐着深情，画地为牢洞，以梦为梦，为幸存互相挣扎，来洗出混沌展开的花。气儿不够，给自己加点气儿。有朋友说没事，那段掐了别播，我直播都有回放的。这个呢，朋友们，这个是这样的，我觉得刚才那一段就是那个麦克风坏的那段，虽然跟我没关系啊，麦克风的问题，麦克风坏的那一段呢，我觉得会成为我的一个黑料。无奈过颓丧中的年月啊。对，麦克风的问题，有朋友说已录屏，也没必要吧。你不是宁哥减肥有什么技巧吗？减肥有什么技巧啊？其实这个东西呢，当然我减肥不是专业的啊。但是呢，减肥肯定是就是我减肥的方式是啥呢？就是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人体每天呢，你的生存、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还有你的运动，它都会消耗你体内的这个能量嘛。对，它就会消耗你体内的能量。比如说你一天消耗的是，就跟花钱一样，不是花钱不能这么说，就比如说你身体有1000的能量。然后呢，你每天去消耗1200，那自然就会瘦嘛。就打个比方，你每天也不动，也不运动，然后也哪儿也不痛，也不去，就搁那躺着一坐，那你就少吃，你摄入的能量少，你就不会胖嘛。那如果你每天在运动，然后呢，你少吃，你可以正常饮食，但是你运动很多，那也是就是你这个热量是负数嘛，它就会减肥嘛。而且再一个就是糖要少摄入，摄入糖低一点就会让你稍微瘦一点，我基本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今天我运动比较大，比如今天这个去练了一些武术什么之类的，练完之后我就可以正常吃了。但是我平时要不太动，然后我就这个热量我就少摄入一些。春风逆流而上，穿过蔚蓝放声的哭喊。有人说低血糖怎么办？也不至于啊，因为如果你运动的话，你就可以正常吃了。你不运动，基本上你不有剧烈运动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不会有低血糖这个症状。你要消耗了，你就会低血糖了。反正我不知道，我基本上我就是，如果我不太动，我就少吃；我要动了就可以正常吃就是运动了我就正常吃。头发，本来今天想弄个湿发造型，结果发现湿发一会儿干了之后，我就觉得打绺了。好，可以。管不住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也管不住。我有时候一到半夜就饿，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半夜就饿啊！一到半夜就是受不了，就是怎么都得吃点东西。怎么变白啊？变白就第一是做好防晒嘛，第二就是用美白产品嘛。那就这2样嘛，每天反正睡前用点美白产品嘛，然后补充一些维 C 什么之类的。你我好戏凛然，自身不安的绝望，燃放天地光芒。护送温暖过岸，点亮来日的春意盎然。有时候宁哥怎么长矮一点？怎么长矮一点？你这个大家都在想长高，你为什么想要长矮呢？你有点狂妄了啊！
长矮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年龄啊，你要在发育过程当中你想长矮一点，那你就去做一些力量训练。你做一些力量训练，就是比如说你健健身呐，做一些大重量的东西，让你的肌肉就是稍微就是发育的强大一些，它就会保护你的骨骼嘛，保护你的关节，然后它就会稍微让你就是这个长得会那个什么一点啊，长得会那个就是会慢一点。这第一，第二是啥呢？就是你增加你的骨密度之后，你可能就长得就会慢一点。比如说你看基本练武术的人，或者是练举重的，对吧？像这种人就是他骨密度要很高嘛，所以你就是会阻止一些你的这个骨骼生长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有朋友，那你怎么不练？我是想长高的，我想长高，因为那个啥，那个咱家有很多老朋友知道，因为我妈家那边就我妈的弟弟嘛，我们叫舅舅嘛。我有2个舅舅，然后他们的那个身高都很矮啊，他们就都很矮。然后当时小的时候呢，我奶奶就跟我说你可千万别像你舅那个个啊。当然在这里没有拉踩我舅的意思啊。我说这个逻辑，我奶奶就是从小就跟我说，你千万别找你舅那个个啊，那不完了吗？就是意思。结果就一不小心啊，就是长这么高。我说没事，我跟我奶我说你放心吧，我肯定那个什么，肯定长可高了。以后我得长2.3米，我每天在动物园里，然后被关进笼子里，大家来看我的时候就跟看猴一样，我还得收费呢。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小的时候就跟我奶说这个话。没想到这个2.3米没实现，但看我收费这件事好像是实现了一半。比如说看我演唱会要收费了。老豆以莫为马，为心存生苦挣扎，来细嗅混沌绽开的花。任风雨中山河的浪潮。宁哥今年还有演唱会吗？不一定啊，演唱会不一定有的。然后，但是这个有可能会有，有可能没有啊。今年如果就是话放在这儿啊，如果今年没有的话，那就是明年年初就有，啊，就是这样的。我那天也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演唱会。席卷爱恨纷扰的喧嚣。相似很深的雨过，手指的焦灼的。有朋友说宁哥啊，眼睛怎么变大？你说调侃我啊？你来问我眼睛怎么变大？就好像你去医院治脱发，那个大夫头发比你都少，你有点这个感觉，你有点。眼睛怎么变大？割双眼皮去啊，嘎双眼皮，拉双眼皮去，眼睛会变大一些。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可以帮助你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开美颜，把美颜那个大眼特效给拉大一点。有朋友刚刚问了个问题，说这是刘宇宁直播啊，正是在下。这你来对了，没走错，正好是刘宇宁在直播，那刘宇宁就是我正在直播。你是感觉就是有点就是不太像是吗？时间煎熬那面孔，怨气的压抑的离后的幻想里动荡变化，灵魂的枷锁，镣铐着深情，把你围绕都以莫为马。不相信赶上了，这有啥不敢相信的？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我就是咱们就是那种见一面好像很难那种，不存在，想见随时见。啊，想见我朋友，比如说那个你见其他艺人可能就是会有点难，但是你见我的话很简单，你就到我微博给我留言，你说刘宇宁我想见你，我就上来播了。啊，就是这么便宜啊。怎么说？欢迎一下。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所有来到我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直播且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谢谢各位啦。有人说瞎说，等你45天，我说干活嘛。啊，不是干活嘛？以前就是拍戏的时候戏份少，有的时候就可以多播一会儿，但现在就可能接的都是一些相对戏多的这种戏，然后呢，有的时候拍了一天呢，我也没有什么状态上来播，然后赶紧背第二天的词儿，然后那个啥调整状态，好好休息休息。我得保证那个我这个拍的戏嘛，对吧？所以就是理解。无心半夜守，被乌云笼罩，随空气流窜。杀青也不播，我杀青不还有一顿工作吗？杀青我把这个，因为拍戏的时候基本也没有假期什么的了，然后呢我就杀青之后把该完成的工作完成一下，而且我也不是说就是一个机器人就一直得工作，我也得稍微缓一下，因为连拍我确实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有点大。因为在剧组拍戏有剧组的压力。然后也有别的压力，然后你得让我缓一下嘛。我也不是说就是一个机器人，因为我基本也不咋休息。可以说一下开推吗？可以说呀，为啥不能说呢？就是有啥要说啥呢？开推就挺好玩的，挺好玩的，挺开心的啊！这次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啊，也不算新朋友吧。都见过除了张凌赫是算是第一次见，然后呢，第一次正式见嘛之前也碰到过，然后但是就是没有打招呼嘛，然后这一次也算认识了，然后这次迅哥以前跟他录综艺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录过，也跟迅哥王迅老师也认识，然后白宇就上一季我们一块儿录的嘛，就很熟了，周柯宇也是，然后热巴呢我跟热巴也算三搭了吧。算三搭哈，然后那个第一次长歌行嘛，不跟他一块拍的嘛，然后安乐传嘛，然后这不就综艺嘛，三搭。有朋友说张凌赫帅吗？很帅，真的很帅长得很好看的。对，我觉得就是这帮小伙都长得，你看我就是特别，我看到这些小伙我都特别的羡慕人家第一是长得又帅，个又高，最关键的是年龄还小。人在这个年纪就可以达到这种造诣呢，未来就是前途不可限量啊，对吧？包括柯宇，就是反正就是就很帅的，都很帅I bet 爱你还不懂为什么无语。有朋友说刘宇宁帅吗？我那个当然是一般我当然是一般说站在那还不如滚出去。我想下坠的迁就，而且没有任何阻力。Go baby go。
当然是这样的啊，其实是就是我在很多粉丝嘛，很多粉丝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在你们眼里可能就是最棒的，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就是跟自己家孩子一样。就像很多家长自己家孩子长得可丑了，他也觉得他是一个宝贝嘛。就是你们看我也是一个道理，你就看我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就觉得怎么都好，哪都好啊。前两天呢，我听说，我才知道一个词叫做乳追，乳追粉儿啊。乳是什么呢？乳是哪个字呢？是侮辱的辱，追呢是追星的追，乳追粉儿。我当时是啥意思？乳追是啥意思？于是乎呢，我就去补了个课啊，因为我对这种新鲜词都比较那个啥。比较这个好奇，乳追粉，哎，有朋友打到公屏上了这俩字，乳追。但是我虽然没有看懂，但是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辱骂式追星，啊，辱骂式追星，就是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这个翻译的对不对啊？但大旗概的意思就是形容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是你的粉丝，但是他天天骂你。就比如说，你看刘宇宁，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个胖子，你看你那个脸胖子，你还当艺人呢，真是臭不要脸！我们作为你的粉丝都跟着你丢人，啊！你看看你的业务能力，你看看你的台词，你看你同期的人都在干什么？你看你在干什么？天天也不直播，这种的，啊！我追你了5年，你还不求上进，就是这种辱骂式追星。你说他是不是你的粉呢？是。啊，但咱家确实没有多少，咱家你说没有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还是有一点了，有那么一个两个的。但是我希望咱别这样啊，没必要。你要那么觉得我不行，咱就算了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我对我自己的形容是什么呢？我有一点这个招黑体质，是有一点招黑体质的，因为总有人会就是。我不是说自己多优秀，我肯定是不优秀，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会放大我的不优秀，然后来这个贬低我也好，或者是逞一时之快也好，或者是让他自己开心也好，都可以，无所谓。但是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已经有一些人在骂我了，咱们自己家人就别骂了，好不好？咱们讲究一个鼓励式追星啊，就是刘宇宁你最棒，我谢谢各位了，好不好？要不就是容易什么呢？容易就是我有一天就回头，比如说我被这个也不能说被黑了吧，就被瞧不起了之后，我想是回咱们这个粉丝群里去获得一些正能量，结果发现我粉丝群里也有人骂我，那我就纯就崩溃了啊。我怕没说完话，我怕有人会太大一样。Some say 人不在手上，抓不住的放眼。咱们来个，有朋友说那叫鼓追粉，鼓追是打鼓的鼓，鼓励式追星的粉丝是吧？啊，好吧，嗯。我们的默契程度只要双都不用加的，你心里突然有沙门冷冰冰的状态拉满，眼睛已经看不清。还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相对来说啊，直播的就是当然虽然不敢现在做直播次数多啊，但是相对来说，就总能跟你们直播唠唠嗑嘛啊，因为你们在公屏打字我也能看到，然后呢我就会及时的反馈你们大家对我一些想法啊，或者对我一些鼓励和要求啊，我都会实时的就是会那个什么啊，会得到反馈，所以就还好，因为咱们是有沟通的。有些事儿，比如说我不希望你们去做的事儿，我都可以直接跟你们沟通，或者你们希望我努力的地方，你们也会在直播当中告诉我，啊，其实都是这样的，嗯。就像是在那一阵儿，你消失在 anywhere， 好像的说都是还你的，我不过是我玩你的，不要和那些男人攀比了，也让我向前看，不要纠结为什么你是叛逆的，看不惯了就换一个，不管是谁有一个算一个。I know 三飞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的眼里面装了一专柜，而且早已经刻进了 DNA。有空来看看我，已经被冷落了一身灰，反正也不一定般配，何必喜极必生悲？是你的滚烫烟，上我
失望 but still told me that。我说宁哥，你别减肥了，你已经很瘦了，你不要 PUA 我。我是一个这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所以该减还是得减嘛。因为确实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放纵了，你等剧播的时候被人这个辱骂的时候，不是也不是辱骂啊，对不起，我现在说话得严谨一点。那个被人说实话的时候，你会自己后悔的嘛。所以就尽量就是瘦一点嘛，瘦一点总比瘦一点显得精神一点嘛，总比那个胖胖的好看嘛。但是我这人比较就是吃亏的原因是我眼睛比较小，所以就眼睛小呢，面部留白就会比较大，然后呢会导致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很胖，但其实还好，因为我毕竟身高在这儿。但是呢，问题是这个它不能总拍全景啊。比如说我脸或者我的头的比例呢，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你要拍整体的身高，看起来就还行，你不会觉得你脸大或者是觉得你胖。但是如果一拍半身或者是特写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因为你只有一张脸了嘛，你看不到你的身体的比例嘛，所以就会因为我确实长得也不是，所以我也不是说长得精致的那种人，所以讲究的是个氛围，还是得瘦一点啊，看起来干练一些。最终结局都要离别，只是迟早，为何不早一点？这样两个人的痛苦可能也会少一些。就好像很快就过期的消费券，就好像平行时没有交汇点。我也不想发现你超会骗，如果不是当时你抛媚眼。Truthfully, I bet 你还不懂我为什么无语。Standing right here， 你说站在那还不如滚出去。我想下坠的前处，却没有任何阻力。地林脸上有肉，地林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拍戏真的是得积累经验，各方面的经验啊，各方面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院校那个学表演的嘛，我当然我唱歌也没学过，就是反正就是你得，但是很多东西就是它有一点是一定是对的，就是熟能生巧。就你把一件事做10000遍，它一定会做出一些效果的。所以就是我也陆陆续续拍了这么多戏了，然后呢，一定会有一些进步吧，或者是当然我的进步不是我自己说，但是我内心我知道我明白了什么。就是你有时候拍着拍着你就明白了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又不好把它具象化，然后我也不敢在直播间跟你们分享我的感受，因为分享之后人就会觉得因为觉得你很装啊。觉得你很装，所以我就也不去分享我明白了什么啊，然后就是，但是呢，就是地林呢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确实也不太懂啊，但是你拍摄过程当中你会懂很多。第一，包括什么呢？无论是从服装、服化道，你会越来越懂，你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啊，什么是这个糊弄你，什么是这个用心的对你，包括那个发套，包括你那个古装戏粘的那个发套嘛，什么样的发型适合你。但也不是糊弄你，就是什么样的发型，它这个头发梳成什么样是适合你脸型的，然后妆造啊，这个头套贴多高多低，它是适合你的这个脸型的，然后包括那个你有鬓角和没鬓角，鬓角长短或者后面的披发的长短，包括上面的髻的位置是在正的还是说稍稍往后，就所有的东西你都在这个你的拍摄或者是经验过程当中，你陆陆续续你就会有一些你就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你自己是知道什么是好看的嘛，或者你习惯什么样啊。比如说柯导来了，我们都叫邓导，或者是邓柯导演，你们叫柯导啊，柯导啊，就是形容他的剧，他拍的剧很容易磕到了，是吧？所以你们叫他柯导啊，柯导了啊！欢迎导演啊，欢迎啊！
有朋友真的会捧啊，就是咱家朋友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咱家朋友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体面啊。一般就是像这种导演来了，大家都会第一是欢迎，第二呢，都是我跟你讲特别厉害，就是很会人情世故这一块。第一是打招呼欢迎啊，热烈欢迎，就是觉得很欢迎他。第二是什么呢？肯定他的作品。说雨凤，我看有朋友在刷雨凤行真好看，雨凤行真好看。以后咱们就是这个保持这种传统啊，就是凡是有导演来了，就是你要先去搜导演有什么作品，先欢迎他，然后说哎我看过你什么什么什么戏啊，这是纯的一个人情世故。一般我比如说我跟谁合作，或者是今天我见的这个人我不太了解他，我提前都会上网做一个功课。他比如说我明天要见一个演员，然后呢我要去看他演过什么戏啊，比如说我跟他一块录综艺啊，我就会先看他演过什么戏，近期在上映什么啊，近期上映的是什么，然后大家对他的反馈是什么。 OK 好，第二天见到他，哎我最近在看你的戏啊，演的真不错，不错，那个就是那个是吧？对，还有你3年前那部戏，我觉得演的也不错。那个时候虽然这个很稚嫩，但是你演的真的挺好的，而且里边好帅啊。但其实呢，其实我基本也就是没太看过。但是你想要跟人成为朋友，你一定得做点功课嘛，啊。邓导没打什么字吧？因为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直播的时候打字特别滚动特别快，所以看不太清楚。然后那个什么，如果那个邓导你要有事儿，你微信跟我说啊，有事儿微信跟我说。你没事你就瞎溜达路过也无所谓了啊。刚才那个雨风行已经宣传完了，当然也不需要我的宣传，我当然也是属于就是刚才我说大家没事儿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雨凤行，我自然也是。啊，走了啊，没事啊，他就估计是溜达点进来看一眼，说刘宁在直播间瞅一眼，那前一阵我回北京的时候，我们联系了一下，有朋友说，雨凤行真好看，有人走着都，说晚了。以后记住了，朋友们，一定第一时间啊！你只要发现了他来了，你马上你们就嘎就刷上。咱别的不说，你说他们不对刘宇宁的粉丝，比如说导演也好，制片人也好，这起码对刘宇宁的粉丝有一个好印象嘛，对吧？他以后有什么活能想到我。你当在这个任何行业生存都很难，朋友们。任何行业，无论什么行业，你去公司上班也好，或者在这个圈子里混也好，或者在某一个环境里生存也好，你这些东西你都得知道啊。月光不解放弃，行人故作冷静，夜色更难分明，一丝一口朦胧了倒影，你背影那出戏。少眉一妆难平，如烟遮望眼，飞鸟随风乱了序。他人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哎，刘宇宁这个人很懂人情世故什么之类的。其实我是并不懂的，而且我是很厌恶的。啊，年轻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很厌恶这些东西，就是你知道吗？就觉得我犯得着吗？我用得上吗？或者是比如说我到什么场合去见了一些比如说所谓的这个比我厉害的人啊，我基本也不跟人说话，我就在那待着，你不理我，我绝对不会理你的，我绝对不会搭理你。我也觉得就是干嘛呀，犯不上吧，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干嘛你厉害就厉害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会这样，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性格。我那时候会认为是自己哇，我好有性格，我就这性格，哎，你愿意跟我交往就交往，你不愿意跟我交往，我们就成为不了朋友。我以前那个时候是走这个路线的，但是随着你这个
人生往下走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会人情世故的人，就稍微会什么呢？你的路就会相对顺一些。这个是非常，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在上学的时候，你班有那种非常会，我这个词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叫舔白啊，舔白你啊，就是你在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同学非常会舔白老师，就是比如舔白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舔白也是我们东北话，他的意思就是奉承和恭维，然后加上一种放低自己身份的一个这个元素在里面，舔白。也不算舔吧，舔就是可能是太直白了。舔白就是说，比如说，哎，老师你今天这个衣服穿的真好看啊，这种词语就叫做舔白。啊，老师你这上课我们都可爱上你的课了，像这种就是类似拍马屁这个逻辑，就会来事儿啊。其实你会发现你班会来事儿的这些同学呢，他们在班级里呢都混得很好，要不就是你知道吧？所以你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以后在那个现实当中工作当中是什么样的，其实在工作当中也是需要这样的，倒也不是说你放低自己的身份，而是会让你的发展更好，因为谁都爱听好话嘛，对吧？谁都爱听鼓励的话。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朋友，你说哎你最近变漂亮了，或者你最近变瘦了，比如说他比较纠结自己的身材，你就会最近好像瘦了一些啊，你今天气色真不错，像这种的并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人格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往往这一句话会，你温暖的对待别人，去称赞别人，你也会获得温暖，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就感觉你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儿，然后让你的路或者是在一个环境当中生存的更容易一些。啊，谁都喜欢听称赞的话，这个谁都一样啊。当然也是不能说我们就是虚伪的称赞，那个跟虚伪没关系，只是说你尝试改变自己，尝试带给别人温暖，尝试带给别人笑容，或者是称赞，你也会变得积极向上的，就是这样的啊。就像有朋友说，宁哥我社恐怎么办？我讨厌跟别人打交道。是打个比方，我觉得就是没给你逼到份上，我也很社恐，而且我非常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就是打个比方，你这个东西就你必须得强迫自己去做，你才能获得机会，或者是获得你更好的未来，或者你想要的东西。那如果你这个想要的东西急迫于怎么说呢，就非常想得到，大于了你社恐，或者是大于了你的羞涩，那你就会去做这件事儿。如果你觉得它不值得，那你就保持你的社恐也 OK 啊。这个东西很多是天生的，但是也能练出来的。像我以前的口才非常的差，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成长环境造成的，我很不喜欢跟人沟通，我很自闭，我像个自闭的小孩。然后呢，我就也不喜欢跟人沟通，然后呢，总觉得不自信，唯唯诺诺的。然后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强过别人的东西，然后也包括家庭条件也不好，所以导致就让我自己就是很怯懦，就做什么事很怯懦。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你看我现在，你感觉宁哥好像张牙舞爪的，这全都是练出来的，你得逼自己嘛，啊，是逼自己的。点得烛火为谁明？只可惜落花流水无情。有人在轻轻点着唱，灯烛上月微亮，梨花自远带着雨，数点红如白茫茫，船儿轻轻跟着晃摇一响。对，你刚刚有朋友说的很对，说你先开始尝试与人沟通，或者是社恐的朋友，你先尝试与人沟通，当你获得好的东西的反馈，你就会越来越自信，就这样吗？所以我直播的时候一点不怯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面前，第一是我面前没有人，你们虽然都在，也是拿着手机在给我打字，然后在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呢，但是我现在面前没有人，然后我就会把我会给自己假想一个环境出来，就比如说我眼前全都是观众，当然不是把你们想成白菜，而是都是人，但这些人呢都是。第一是为我而来，第二是呢都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在你朋友面前就不会怯场了，啊，可能在场现在咱们直播间有很多是路人也好，或者是也有一些黑粉蹲着我的直播，看看我说话有什么漏洞，然后截屏出去，然后那个去那个嘲讽我，
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呢，在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如此的积极，如此的放松？就是我设想成所有哪怕有黑粉，我也把他就是幻想成是喜欢我的人，哪怕不喜欢我，但不讨厌我的人啊，所以我就会比较在直播的时候是相对放松的。飘飘荡荡肆意夜无常。这里守候，隔江遥盼那城楼，琵琶声慢慢悠悠，指尖留不住温柔。你若叹息无人理。有朋友说，我妈说你话挺多的，我妈说你话挺多的。我就是直播这个东西就得逼自己一直说话嘛，也不能说一直说话，你不能就是直播最怕的是什么？是冷场。哪怕有停顿也无所谓，但是不要冷场。然后你哪怕那个停顿呢，你一定要用下一个话题把这个停顿抹去，会让你觉得这一场直播很紧凑。这跟演戏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你要注重节奏感，直播也是有节奏的，说话也是有节奏的。这句话我没想好，我就先不说，但回头怎么再说出来之后把这个节奏接上。所以我并不是说我话挺多，我话非常少，但是我为什么直播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我怕冷场啊。对，让你觉得要你的抓住你的注意力，要一直在这个直播间 hold 住你。烛火为谁明？只可惜落花流水无情。有人在寂静跟着唱，忍住伤眼泪呀。梨花自然带着雨，树叶红如白茫茫。船儿轻轻跟着花。有朋友唱个温柔的歌吧，我看刚才有朋友在公屏中发了一句：“你到底能不能唱歌了？能不能唱了？说差不多了吧？”那个，不看出去，说你的不看出去，该你的，唱一个啊。开玩笑啊，开玩笑啊！来个什么？来个温柔点歌。我记得我没什么劲儿，我现在确实没吃饭啊，我没什么劲儿。然后那个唱一个温柔一点的吧。唐人啊，唐人我唱不了，原因是因为之前是啥呢？之前是他们那个我乐队大飞阿卓他们在，他们给我伴奏嘛。一如昨日烛火，白烟灼相随，哪有他人不懂的陶醉？我苦中你窈窕，岸上有阴辉。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得动了啊，我试一下。哇，这个伴奏，这伴奏是做的，我听这个。
哪有他人不懂得陶醉？我孤舟你窈窕，岸上有阴晦，一踏万里与谁相随？你穿错了嫁妆，怎能有快乐？再上一层胭脂也不美。一声戛然而止，庭前的鞭炮，恍然童女花把心作废。你说不要自作自受，自己创造伤悲，谁都可以彻底忘记谁。你说过往不及回首，别后悔了才会想方设法要把你追回。你说孤独是谁人应该具有的体会，写歌的人就该有伤悲。我点一丝烛火，一时泛滥了思念，写首小调名字叫后悔。穿错了嫁妆，怎能有快乐？再上一层胭脂也饱美。一声戛然而止，庭前的鞭炮，妄想童女花把心作废。你说不要自作自受，自己创造伤悲，谁都可以彻底忘记谁。你说过往不及回首，别后悔了才会想方设法要把你追回。你说孤独是诗人应该具有的体会，写歌的人就该有伤悲。我点一丝烛火，一丝泛滥了思念，写首小调名字叫后悔。谁都可以彻底忘记谁，想方设法要把你追回。写歌的人就该有伤悲，写首小调名字叫后悔。卡了？有朋友这回是真卡了？你什么意思？这回真卡了，也就意味着上一回是假卡吗？什么意思？估计是刚才卡了一下啊，没事儿，很正常。网络这个东西吧，它就会不太稳定。真卡了啊！现在不好了吗？好了，你别怕，别刷了啊，没事儿啊。有朋友说哥又来直播了，是啊，我本来就是说，本来也是想来直播的，结果再加上我的粉丝这帮朋友天天各种平台呼唤我，导致我就是得播一会儿啊。再不播炸锅了啊！再不播，我这帮粉丝都变成乳锥粉了。快乐是什么颜色？可能小时候才有体会的资格。人类的游戏规则是孤独的，追寻下个未知的角色。有时我不想活了，但我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这世界绕绕纷纷，我还等着体会每个清晨与夜深。
有人说不至于，才不会呢，那不能。我知道，我开玩笑。我开玩笑的，知道不会，那不至于。迪士尼 vlog 什么时候放？我得做一下，剪几天吧。不着急。把我厌恶的所有变成闪耀的火球，照亮一整个宇宙。小猫小狗煎饼果子，亲人和朋友，爱我爱的所有。等到世界毁灭了，我牵着你们的手，一起去太空，哪怕真的很酷。一会儿放奉上啊，放一下。45天有多难熬，你知道吗？也还好吧，也还好，因为我凄风凄鸣突如常，独自闯，未安常。有朋友说本来说晒你5分钟，我好像看到了，有人截图说，如果宁哥下次直播啊，朋友们，咱们这样式，咱们就5分钟不跟他说话，然后呢，让他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卡了的一个错觉，咱就5分钟不说话，让他感觉卡了，一直在调设备，结果他被我们耍了，想用这种举动来报复我，烽火映霜天，血色渐斜阳。暗夜安静直到日长，眉目透是双风霜奈何苍。仙阵映成此去情苍茫，气韵浩伤。风上为愿去踏破山河这跌浪，一心并肩赴跌宕，看永远的尽头，这世人天光，莫怪要添了轻狂。风上为愿来显难完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朋友们，我当时可能就觉得我网坏了，今天就不播了。也有可能，当然也威胁不到你们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主意是挺好的，但是你想想，这么多人呢，你估计是你们想集体控制一下，也控制不太了。一起失去对不忘，人依然抉择，过日月晚霞。然后我以为要熬100天才能看见呢，我也不至于啊。我这次已经很久没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阵儿确实有点那个事儿比较多，而且我得调整一下状态，因为后面的戏压力很大，所以呢我得调整一下状态再进组，要不能不能连拍，我确实就是什么会觉得没有怎么说呢，就是你会疲，所以我得赶紧调整一下状态，因为后面那个组比较的，我相信会比较辛苦吧，我也不辛苦的无所谓，就是会比较难拍那个戏，所以导致我要调整一下状态。回首还无恙。卡了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你们如果有人说现在在卡，你就退出一下直播间，然后再进来，你就退出一下直播间，然后再进来一下，就不会卡了啊，是这样的。再退出来一定得回来啊，别当时退出来直接就回去睡觉了，上床昏倒了啊。有朋友说会比一念辛苦吗？我想这话怎么回答啊？你作为一个演员，哭点累点怎么了？啊，你有什么抱怨的？你不应该累吗？你受着这么多光环，累点咋了？你有什么资格喊累？还辛苦，谁不比你辛苦？啊！既然此时此刻还在路上送外卖的那些外卖员，谁不辛苦？他们也辛苦，他们有时候干到半夜几点，你已经够幸运的了，你有什么资格喊辛苦？凄风凄鸣突如常，不辛苦，朋友们，下部戏也不会辛苦的，而且，
自照微暗长，烽火映霜天，血色间斜阳。有朋友说：“宁哥，你说的是黑粉语录吧？”不是，不是，是这样的，比如像有朋友问，有人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采访啊，就是采访你说，哎，那个刘宇宁啊，当你看到这个网上有人对你否定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因为总有一些采访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采访我说，哎，你如果你演的角色不被人认可的时候，你看到大家好像说你不太好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你们经常会看到这种问题吗？是这样的啊。我先给你们回答一个最标准的答案啊！什么叫标准答案？就是作为一个艺人的回答的标准答案。啊，作为一个艺人很标准的答案。啊，我确实看到了。其实，当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这个大家对我好像不认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觉得都是对的。首先，第一点一定要肯定观众啊，这是第一点。大家对我的否定都是对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演员，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提出的意见，宝贵意见，我都会吸取。然后呢，都会怎么说呢？我会反复看他们对我的一些提的好的建议，我都会有所保留。回头呢，也是我继续要努力的方向。第一是肯定对方，第二呢是要认可对方，第三呢是要畅想未来。所以呢，接下来如果我在饰演任何剧的角色的时候，我相信我会比上一个角色更加的认真，或者是我确实是我也看到了自己身上很多的不足，这是第四，自我否定啊。我当然也看到身上很多自己身上的不足，因为确实我觉得我还有很大很大努力的空间。但是这一次能跟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一块合作，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第五，得感谢跟你合作的人，称赞跟你合作的人啊。所以呢，就是跟他们合作，像这些老师身上，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让我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我也会怎么说呢，就是把他们身上非常优秀的这些东西吸收过来。我不确定我能够去完全学到人家的1/1000，但是我会努力，我会好好的塑造好每一个未来将要饰演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对我有所监督。然后呢，就是对我希望有一天大家看到我成长的那一天。谢谢各位。暗夜寒尽世道日长，眉目透是春风霜，奈何苍？千针影成此去情苍茫，几云浩沙。风霜未远去，踏破山河之变浪，历经并肩赴跌宕。我就是正常标准答案是这么回的，这非常标准的答案，而且就是基本上会让人挑不出毛病的一种答案。你说我会不会呢？我一定会呀，我一定会。我可以再说的丰富一些，我再给你造3个角度进来，我跟你说的非常的，这显得这个人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这个认真，非常的这个好学，也非常的自我知道要该努力。但我以前基本不会这么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常规答案。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比如说我遇到什么采访，我在想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给到这个采访我的记者，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我一定要说一个他想不到的角度，想不到的一个方向。我以前的采访基本都是给自己卯着劲儿呢，我自己脑袋里想，比如说他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一想，我一瞬间一过脑子，我想我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我不能让他认为我是一个常规的艺人，否则他记不住我刘宇宁。我要3个问题让他记住我。让他觉得刘宇宁好像和别的艺人不一样，我当时我就卯的这个劲儿。
啊，我就是卯的这个劲儿呢，我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所以我就是真实的答案呢，非标准答案来一个。非标准答案，你们就参考我以前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的回答，就是非标准答案。嗯。天了轻狂，风上飞越蓝线的晚霞约会上，一起失去对不忘，这依然抉择，过日月晚霞。你不是笑死你，一天到晚都在干嘛？动脑子嘛，对不对啊？嗯。而且你得学习，你得从别人身上，一些优秀的艺人身上，真的是得学习人家的话术和人家说话的方式。倒也不是说模仿人家，但是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那个规矩的。嗯。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有朋友说：“宁哥，下次你这么回答。”有人说非标准答案，你说关你屁事，也不至于啊。那其实这开玩笑可以，但是如果认真的说关你屁事，说那个刘以宁，比如说你看到网上一些恶评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跟记者说关你屁事。我就在这行业也别让人混了。当然，这种回答也会让这个记者记住你，也会让这个节目记住你的啊！你是第一个就是这么没礼貌的艺人。比如说，这个记者说：“那个刘以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角色，让我们就是都能够记住你。”我直接转身就走，我说我不录了。他一定会记住我，但是不能这么干啊！现在晚霞约会上，一起失去对不忘，这依然抉择，过日月晚霞。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我喝的是无糖的，朋友们啊，我喝的是无糖的，没事儿。有朋友刘以宁摘帽子不好看，关你屁事！哎，立刻用上了，看到没？立刻关你屁事！看了就得了呗。没洗头，没洗头，说了那么多遍了，没洗头。有会儿我猜到了，你猜到我会这么回是吧？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有会儿怼粉丝你们就很厉害。我直播的时候怼粉丝，大家都知道是开玩笑的，因为可能因为我比较放松嘛，而且你们也一定知道我不是恶意的怼嘛。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好。Oh baby, lonely dance. Oh baby, lonly dance. 有朋友说：“宁哥，你玩那个极速光轮，你害怕不？”一点都不怕，
啊，一点都不怕，因为我还正常，因为很多人玩那种快速的东西需要闭眼睛嘛，我还告诉自己千万不能闭眼睛，一定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呢，我得感受每一个弯道，每一个就感觉到速度感的地方，我就会这样。结果发现就是吹着吹着眼睛受不了，哐哐的淌眼泪啊！啊，哐哐淌眼泪，因为你要睁着眼睛嘛，那个速度够快，还有风吹着你眼睛往下流眼泪，然后呢，在过程当中我还得睁着眼睛，一边擦眼泪一边睁眼睛呢，啊，就怕这个，因为难得玩一趟，就怕自己亏了，就怕有那么一个细节的速度让自己没有感受到，所以我就哐哐就睁眼睛，睁得开眼吗？强行睁啊！一边抹眼泪一边搁那还在那玩了啊！无法拒绝你，我们靠得紧密。如果我是苹果，你就是地心引力。还能自己加点冰淇淋，你随时随地，我们的爱不用刻意隐蔽。我的愿望就是占有你的一生，我想我们的爱不会针对这个地震。你是我眼里最迷人的晚上，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小波说还好眼睛小。这意思，这个幸亏眼睛小，然后那个接受风的那个面积比较少，是吧？如果正常的话，流的眼泪会更多啊。OK， OK， 哎，哪去了？我们等会儿，我去趟卫生间啊！我去趟卫生间，你们等我一会儿。气死我了！刚有朋友问我唱不唱龙吟，我不唱了，我放一个，我给你们放一个，然后你就看一眼得了。看一眼那个 VCR， 我去趟卫生间去。之前，先问为何初见？朝是为何而修炼？心问心之所愿。二人天地之间，你我皆是凡尘，一草间。浮名几转眼，又何须留恋云之巅？去江湖间，不求仙成仙，不求不败绝，愿与风周旋，如苍龙相牵，身披涅槃之上九天。浴火燃不尽，烧不灭，只为斩诛仙。不惧一心一身有一绝，身在何处何处见也随之恋，万劫无间心中一念。一不凡心不学，会无悔一见，无畏一生一死有一劫。我若众生，众生也如我等闲，去将天下变真切。出鞘
到之前，心为何初见？朝时为何而修炼？先问心之所愿。茫茫天地之间，就逆水行舟，千里线。锋芒不闭眼，万难也相牵，去翻越。入我龙门中，开我三尺红，万剑如游龙，看见惊雷动，胸中有苍穹，血溅起狂风，扫荡血魔，守护苍生域。我燃不熄，烧不灭，只为真出现，不觉一心一线又一绝。身在何处，何处皆已最炽烈，万劫不见，心中一念。怒吼一不翻心不绝，会不会一见？不为一生一死又一劫。我如众生，众生亦如我等闲，去向天下变真切。夜阑则断，心迷则乱。刚才去厕所哭了一包。刚才有人说我眼睛小，我当时就特别难过，当时没绷住。我其实不是去上卫生间了，我去哭了一下，我去偷偷哭泣一下，然后现在就是调整好状态，再回来一个笑容面对大家。刚才就绷不住了，啊，刚才直接一下就是绷不住了，直接就是被这种言语击垮了，直接就是有朋友说哭完眼睛更小了。当你把我放在心里第几位？对着干渴我右手，不要各种 logo， 带着孤单去逍遥在这蓝色的星球，守护你的优雅在若干年后。刚直接破防了，我刚刚就属于就是被网暴了，纯纯被网暴了，太损了。跳出舞吧，孤单不会消失。You can lonely dance, come on. Oh baby, ooh ooh ooh, lonely dance. Oh baby, ooh ooh ooh, lonely dance. 因为你是我的 only one. 到最后剩我一个人 lonely dance. 我们独特却又相同，同思念的不同时间，在街角我们相拥，你总贴在我的耳边。我们有时沮丧，有时有朋友说背景是真的吗？是，背景是真的。还有啥呢？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总参加一些出门的一些小活动嘛，然后呢总能碰到咱家一些就是好像是一些新粉丝啊，因为新粉丝确实没有就是咱没有好好聊过，说句实话，我确实没有跟新粉丝好好聊过，有很多新粉可能连我直播都没看几场呢。咱们就是还是有一个就小小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规则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参加什么综艺也好啊，参加什么活动也好啊，会住酒店嘛，然后呢很多朋友会在酒店楼下堵我啊，在酒店楼下堵我，好像要暗算我，想给我来一个偷袭啊，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 OK 啊，可以，这是你的自由啊，因为酒店都没管你，我没有资格管你。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那个手机啊，你尽量就是别往我嘴里塞，好不好？因为每次我感觉有些朋友拍我的时候，感觉就要把那个手机塞我嘴里，要给我做个喉镜，尽量就是不要。然后呢，有一些就是那种可能是有的时候走的歪七扭八的，就要往我耳朵上怼，要给我踩个耳，我就感觉你要录我的这个有没有耳屎啥的，手机就怼到这儿这样拍，啊，
我当时一上车我就有点忐忑，我说刚才我洗脸的时候有没有把耳朵洗一下，就别到时候给我拍出耳屎了。姐姐刘宇宁人这么脏啊！还有啥呢？还有因为咱家很多女孩呢，可能身高，因为我个儿比较高嘛，啊，跟我身高相差比较大，所以她拍我的时候这样拍，直接就是这个角度，超级死亡的角度啊！她就是拿着手机这样拍。要看看我有没有鼻屎，估计是那种感觉。所以呢，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下，就以后咱拍的时候啊，就尽量就是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好不好？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啊，然后呢，稍微就是控制一下情绪，不要就是怼那么近，怼太近了有点。你都给我怼的有点不自信了。本来网上就那么多丑图。网上丑图已经够多了，你还给我制造，控制一下好不好？以后还有咱家朋友们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在你们咱家粉丝心里可能是有一些朋友，因为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了，觉得你宁哥还挺帅气挺好看的啊，但是不怪你，这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你有时候你往外往外发的那种视频，你自己调一调角度行不行？我有的时候看到你们发的那些视频，然后我都觉得这是我黑粉吧。美颜不给挂一个，这个死亡角度你往上给我传，还在夸，我都觉得你是那种反串。这视频你也往上传。你不给人提供这个素材吗？我不像人家是什么呢？是这个360度无死角，我是365度，360度全是死角，我全死角，啊，死的。所以尽量还是挑一些没那么死的角度给我往上发一发，整一整，弄一弄，啊，好不好？咱以后别就是太就是那种。在天空布满乌云的时候 ，So dance； 在日子缺少浪漫的时候 ，So dance； 想哭却还在笑着的时候 ，Just dance； 在没有遇到爱的时候。有朋友，你既然说我是王八脱粉儿，形容嘛。形容王八看绿豆，你选王八或者是绿豆都可以，但是无所谓。我是一个形容，这是一个歇后语，它不是真正形容你是个王八。但是哪怕就是怎么说呢，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称赞你，就是人比较长寿，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嗯。有朋友说新粉福利有吗？新粉福利，新粉福利有吗？我想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啊？眼睛滴溜溜一转，你新粉你还好意思要福利呀？啊，你要什么福利？你为什么到今天才粉上我？早干什么去了？你早干什么去了？有意思，我还没挑你的理呢，你挑我理还要福利。有朋友说，因为你之前没演男主啊，你咋那么势利眼儿？你咋那么势利眼儿？我以前没演男主，你就没有关注到我是吗？
不能这样。一部戏的成功与否，不仅是男女主的功劳，还有配角的功劳，哪怕群演也有功劳，哪怕摄影师的功劳也很大很大很大。啊，摄影、灯光、服化道、哪怕场务，哪怕美术，这些所有的幕后工作者，这些所有人的努力才拼凑成了你看到的东西。不要就是这个，是不是？他不怪我没演男主。有朋友说：“那新粉没有福利，那你老粉有福利呢？”老粉咱都这么熟了，有什么可要福利？要啥福利呀？啊？你不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就是今天为什么我在直播，朋友们？今天我为什么就是当时在直播？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其实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此时此刻有我陪着你们，你们也在陪着我，这一切才是最珍贵的，才是我们彼此最大的福利。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白天，却禁锢在黑夜，任它猖狂，任它。有朋友说你现在连一桶豆油都不舍得敷衍，你也知道那是敷衍。没事，我说真的，我刚说了，有一天我会给你们结账的，我都说了，只要在我超话签到满多少天，就会送豆油或者大米。啊，咱都会就是签到满多少天，咱们都会有一个档。啊，要有豆油、大米。还有呢什么呢？就是那种家里就是洗衣液、洗发水，像日常日化用品，咱们这块都会有啊。只要你在我刘宇宁摩登兄弟这个超话多签到就没问题啊。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过往。你叫我勇敢。有朋友说对，还有卫生纸，比如像卫生纸啊、洗衣液呀、啊这种的，护手霜啊这种的都会有的啊，肥皂啊、鸡蛋呐、这种的都会说到多少签到多少天，咱就可以获得。借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击垮我的愿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我也触到了光芒。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才换来满身。我的马桶塞儿，那倒也不必了吧？这个倒也不必了啊。马桶塞还行。我说宁哥，我去演你替身可以吗？演我替身？你先告诉我你多高？替身得身高得像一点啊，因为他打光的时候，他得替你站在那个位置哈，光替啥的，他得替你站那个位置上。你身高啊，比如机位架这么高，他就拍着你这个身高嘛。比如说你是1.7米，我1.89米，就是机位就得架错嘛，所以他得身高差不多。啊，长2米就是超过了，你就88、89、90都可以。否则当不了我的替身啊，因为他主要是光
灯光架在哪个位置啊？然后那个机位架哪个位置啊？它有高度的嘛？啊。你不都是岔开脚拍？分戏也分场次，但大部分不会岔开脚拍啊，因为岔开脚拍会影响你的专注度。有朋友说那个啥，那个我可以踩高跷站一天，想多了啊。我说那个因为做光替会很辛苦的，做光替演员会很辛苦的。光替它是干嘛用的呢？它是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剧组里它的作用是，比如像有一些演员基本上就是主演啊，不是说光男一女一啊，男二女二男三女三也都会有光替。因为他就是比如说，因为他一整天的戏，他需要比如说我拍完这场了，我需要调整一下状态，或者我去到卫生间，然后我可以到旁边坐一会儿，摸一下戏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要转场架机位嘛，打灯光，就需要有人站在你要表演的位置上，给你这个因为比如说这是个房间，你人没站在这儿，摄影师不知道拍哪儿，而且取景啊，包括构图啊，他没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然后呢，他就会有人站在那儿代替你的位置，替你做光替。然后呢，就是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这个提前去替你站在那儿啊，把光打好了，然后这面光机位架好了，然后过来，然后先走戏，是这么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工作内容是这个。但是很多光替我确实有问过他们啊，就是你们做光替是为什么？就有些我的光替，我跟他们聊天嘛。他们是有的人就是说我是学生，我到了假期我过来体验生活，我觉得混剧组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剧组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我完事还得回去上学呢，然后他就过来打一个假期的工，4个月嘛，或者是再回去上学，他属于干这种的。有一些光替呢，就是他就专门做光替的，然后他在剧组里就是混剧组，这个剧组当完光替，那个剧组去待着。当然光替也是有工资的嘛，他也算赚钱，也算一份工作。但有些光替呢，确实我觉得是很棒的。很棒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啊，会把主角的戏，比如说他们也会有通告嘛，他们前一天会把主角，比如说他给女一、男一或者女二、男二这样的人去替戏，他作为他的光替。但是呢，他会什么呢？他会提前把词都背下来，会比如说把男主的词背下来，然后在那个站在那儿走光替的时候。他就和另一个光替俩人就对戏，俩人就演上了，也就是对词儿嘛。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如果这样的个人我见的很少啊，但是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是有一个也想当演员的一个梦想，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练习，而且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见过这样的光替的，就很上进，我也觉得就很棒这样的人是很棒的。所以他也会把这个比如说这两个演员男主女主的词背下来，他俩就在对词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在演啊，然后他们也在找感觉嘛，然后他回头再看别人怎么演，然后他再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学习非常快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替了一部戏，他替了一部戏的男主或者女主或者男二女二或者这种主演，他就等于演了一部戏。其实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很上进啊。有朋友说这也是创造机会给自己了，对啊，他不是说创造机会给自己，其实这个机会呢，朋友们，你们会觉得机会很渺茫，但是其实机会就在你身边，看你怎么做。我觉得就是看机会其实都在你的身边。比如像打个比方，他是光替的话，打个比方他是光替，然后呢，
你比如说你的梦想是当演员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在这个剧组你表现得很认真，搞不好这个导演就会给你一个角色，就会给你一个角色让你去演，哪怕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非常不重要的角色给到你，那也是一个机会，那也是一个机会。比如说，那你本来是打了一份工，你在那儿做光替，但是你能演一个角色啊，也很好玩，对吧？它其实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我拍《一念关山》的时候，有一场戏是那个有一个卫兵假扮宁远舟嘛，然后宁远舟其实是去佯攻永安塔了嘛，然后呢，他这个当时演假扮宁远舟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光替，啊，就是他演的。他在贴上面具之后，贴上面具之后就是我演嘛，但是我那个面具没贴面具之前呢，就是我的光替在演，所以他也是拥有了一个角色吧。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有的时候导演会觉得这个，说这个光替挺好的，那个长得也好看，然后人也好，那找个角色给他演一下也 OK 呀，都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努力或者你的认真被别人所看到的机会，就是会给到你，啊。黑夜的一束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赐我温柔的肩膀。有人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没什么胡说八道，这说的都是真的啊，都是真事儿。因为之前我那个什么，我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不想跟你们讲这些道理啊，就我觉得就好像有一种说教的那个味道，但不是，其实是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因为我要观察剧组的人也好，或者观察身边的人也好，我得观察嘛。看他们的时候，我就会去有一些思考。就比如说混得好的人为什么混得好？他是很有眼力劲儿的。我认识一个，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认识一个厨师朋友，就是这个厨师是谁，我就也不详细说了。我厨师朋友也就那几个，啊，作为厨师的朋友就那几个。他就是今天事到如今，他混得非常好，而且非常专业。他作为一个厨师。然后呢，他当年是怎么样就是脱颖而出且运气非常好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在学徒的时候，他第一次就是学徒的时候运气非常好，被一个什么呢？被一个比如说这个厨房的老大看中了，说你在我身边吧，啊，当小弟，在一个老大就是厨房的老大旁边当小弟，说你天天就跟着我吧。那个时候他还没毕业呢，啊，他就是说打工。我这个假期打工，我说上个地方我跟上厨房去混一混啊，然后看到这个大哥之后，他就特别想跟着这个大哥，但是呢，很多环境里这个活未必会属于你，而且你是个临时叫过来的人，于是乎呢，他就什么呢？他就跟着这个大哥，他做什么呢？他每天比如说这个大哥喜欢什么，大哥每天就要喝茶，当然这个大哥不就是所谓的大哥啊，就是这个场所里的大哥。他这个大哥呢喜欢喝茶，他每天呢提前就到厨房把这个茶泡上，然后拿扇子扇到30度左右，盖上，放在那儿，啊，拧好放在那儿，然后呢，他知道这个大哥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那个杂志，这个杂志里因为那个大哥喜欢这个跑马，喜欢赌马，那个时候香港那边嘛，喜欢赌马。他就把那个马报翻到那个赌马的那一页，就是跑马记，比如说每天都有那个马的信息嘛，这个就是翻好放在那儿，他一拿起来就可以看嘛，对吧？他不用起来翻再看啊，就是他会做这种细节的事儿，因为他就是给人想跟着这个人，他要做小弟，然后呢，结果呢就是他就这么一直就给他们安排的面面俱到，所有的一切安排的面面俱到。过了一会儿呢，就不过了一会儿啊，过了1个月之后呢，他就要回学校了嘛，他就走了。然后结果这个老大不就换了个小弟嘛，结果发现离不开他了，因为其他人干活的时候，比如说他也泡茶，说每天早给我泡茶，泡完之后一打开一喝，烫的都不行了，然后感觉所有东西都没有安排好。然后呢，这个时候说不行，把那个小弟给我找回来，啊，结果这个人就把他找回来了。自始至终，这个小弟就一直跟这个大哥混，越混越厉害，一步就越混越好，一直带着他，他学了好多东西，以至于今天非常成功，
啊。所以成功呢是怎么说呢？不能说留给有准备的人吧，是你想要成功，你一定要付出，你要思考，你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儿，不是说这个等的机会来降临到你身上，很多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啊，细节。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人发生的故事，啊，就是这没有别的意思啊。有朋友说，宁哥，这不是属于狗腿子吗？说什么屁话？其实不是这样说的，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就是你能做到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啊。我相信这个人，你可能觉得这样的人好像是，哎，他好像是很卑微啊，但是他事到如今混的一定比你好。所有混得好的人，他绝对都会有一点故事，你是不为人知的啊。你学本事，对，有朋友说的很对，说学本事就得付出，就得懂这些东西，就得会来事儿啊。有朋友说，宁哥，那我做光替的话，只有身材要求吗？也不仅是身材，是你得起码就是看起来和这个人有点像，起码肤色得相似，因为什么呢？它是打光嘛，你肤色得接近。如果你肤色不相似的话，你就给你每天早上你要化个妆，然后给你把那个头套也正常粘，头套啊、装什么衣服啊穿的一样的，站在那儿就是会替你去做个光替嘛，还得和主角有点像啊，尽量像，有朋友说，那我不行了，我是黑蛋。黑蛋是什么词？我没听过啊。黑蛋，就是你形容你是很黑，然后是个像鸡蛋一样，不是什么意思啊？黑蛋是什么意思？不懂。黑蛋可还行。有朋友说那就是松花蛋的意思，就是黑蛋哦，茶叶蛋哦，好了。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变了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有朋友说光替是不是剧组的人开工资啊？是啊，是剧组的人给开工资吗？就是他属于剧组工作人员啊，他一定都一样，我们演员也是剧组开工资啊。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有朋友说有嘴替吗？什么叫嘴替？就是接吻的时候别人替你去亲。吻替是吧？就是等于还是说什么嘴替是什么意思？嘴替不是嘴替是替你说话还是什么？没有替你说话的，因为戏得自己演嘛。
吻替，我不知道啊，就是我目前是没遇到过吻替，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情节，我需要和人去整一口，结果这面女主说那个不好意思，我不整，你来整他。我目前没有听过啊。啊，有朋友说宁哥，我来替女一啊。但是之前我听说过有的戏是用了吻替的啊，有的戏是有的啊，我听说过啊，但是我不太清楚他怎么操作的。但是当时他们给我看那段戏的时候，这是吻替，我说哦，挺好啊，厉害。应该不至于没有啊，因为我相信现在也不会有了。因为以前那个，我现在说句实话，这个娱乐环境比较的凶狠，演员可不敢啊，演员谁？以前我跟你说有好多就是很多，因为我都是听说的，因为我接触了好多演员朋友，听说好多故事，但现在他不敢，现在年轻演员谁敢？你年轻演员有这么一个东西，你不行就一黑到死啊？不敢，现在都不敢。像那天我跟人那个就是拍戏的时候，然后有别的演员嘛，然后当时有一段词儿就特别长，而且是莫名其妙的那种念诗，然后就是那种诗嘛，就是而且都是莫名其妙的诗，因为就是很长，也不是说我们以前的那种唐诗300首，然后就是很难背，而且在那场戏非常着急，又不能给你。就是压力就会很大嘛，然后呢，他就说这个词儿，说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他就卡住了，因为太长了，而且太奇怪了，就是那种的。然后呢，后来那个什么，我们在走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我一会儿反正他给我搭戏嘛，就是正常搭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一会儿我给你搭戏的时候，我就不照那个背了，我要忘了的话，他就开玩笑跟我说的，他说我就说1 2 3 4 5 A B C D E， 我说可不敢呐。他当然也是跟我开玩笑，我也是跟他开玩笑，我说可不行啊，因为你要知道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我们在拍戏，不仅有剧组的人，还有代拍，4周都是代拍，你哪怕是开玩笑的，你被人拍起来传到网上，你容易断送你的演艺事业，可不敢开玩笑啊！哪怕你明明知道我们是拿这个梗来开玩笑，就这个梗是来开玩笑的，啊，就是那种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在调侃，但是我们不在我们身边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调侃，被代拍出去放出去，卖个高价钱，直接给你一黑到死，你往死解释也解释不了，啊。所以总说什么，现在说什么，以前说什么数字演员，我现在不敢，现在的剧组谁敢？我是没遇到过啊，但是我也遇到过有离谱的，但是现在不能讲。以后有机会，等我60岁的时候跟你们讲，见过超级离谱的，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我曾飘落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路跌撞。因为我现在作为一个新人演员，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人的对与错啊，而且我去说别人也不太好，所以等我以后60岁的时候，我就来一招倚老卖老，讲究一个倚老卖老，然后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都保持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好不好？等我60岁的时候开场直播啊，开场直播给你们讲一些就是我这些年混这个行业听到的一些故事，和我经历的故事，离谱的故事。是风浪倒映有你微笑的模样。有朋友说60岁你还记得吗？我都会怎么说呢？我离谱的故事我都会写下来、记下来，放到一个小盒子里，哪怕我记不下来，等我到时候就是打开一看里边的故事，大概就知道了。啊，
好不好？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都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我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我说你会写日记？不会，不会写日记。老婆说你声音咋变了？我声音变了吗？那你们觉得我声音变了吗？我没有变吧，我声音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会有人说我声音变了？我进入了，就是我刚成年进入变声期了。啊，没变吧？不会吧？我好像一直都是这个声音，从来没有变过。可能你是之前对我不是很了解，你可能认为我只会说东北话。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有朋友说，你的声音变得有磁性了，倒也不至于了。磁性的话，其实就想说，找到一个共鸣点，好像就会有一些磁性，让自己的声音有一些亮音儿。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变温柔了，温柔的话，得加一点气声才会温柔。你看现在够温柔吗？有人说今天是我生日，让我祝他生日快乐。好啊，生日快乐！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有人跟我说，再如此温柔下去，今天晚上做的梦里都是我。倒也不必如此。哎，我觉得其实今天晚上接下来的直播风格就是这种假惺惺的风格，跟你聊一晚上，好不好？接下来的风格就是全部用这种假惺惺的这种说话方式跟你们聊，好吗？老大，扎针溪是针扎吗？那自然不是针扎，因为确实有点疼，犯不太上。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有人说托你的福，今天孩子作业少，终于可以看你直播了。托我什么福啊？你孩子作业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把他老师绑架了。什么叫托我的福？真是奇怪。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倒，我都会坚定。老大涨了5000粉丝，那说明这5000人还是对我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哪怕他不喜欢我，但也不至于讨厌我吧。那也谢谢所有已经关注我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麻烦各位关注一下，以后我直播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了。谢谢各位，是我的荣幸。守护在你身旁，朝着光。
的是假发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这人吧，没有什么别的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秃顶。我是从这儿到这儿，头发飞走了。此时此刻，我用这个帽子遮盖一下，然后前面这是我上网买的一个价值18块钱的假刘海，现在戴在前面，就是为了让你看到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希望你不要介意，好不好？不要歧视别人。有人说我孩子6岁看你直播咯咯乐，有眼光啊！因为孩子吧，就是小朋友是最真挚的，他看到我会乐，就说明他喜欢我，喜欢这个叔叔。未来还能承受多少伤？残恋就铁石心肠，用真心换。有人说好好说话，我现在没有在好好说话吗？我现在只是说普通话而已，你们这么不习惯吗？你们不会这么不习惯我说普通话吧？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就是开始说普通话了，你们也要怪我。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白天，却禁锢在黑夜。超级不习惯，不是我说你至于吗？我不就说了几句普通话吗？干嘛这样对我？猖狂，人当猖狂。I've been praying for you。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雨水的过往。你叫我勇敢地说。中二之魂觉醒了，是，行，不闹了，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借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我也触到了光芒。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才换来满身伤痕。回忆。老大，可以用反派的声音说话吗？你没听过一句话吗？这个世上会有一个坏人认为自己是坏人吗？反派的说话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啊。一个演员，你演的是一个坏人，你一个正常的坏人会认为自己是坏人吗？说我是坏人，绝对不会啊。他也会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先学先卖啊！最近有刷视频听到了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对。因为我当时演白寿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演一个反派嘛。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个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说的词儿，我就觉得以我的三观是理解不了的。后来呢，我就想说，我得靠什么去支撑我的这个信念啊？因为我觉得我说的都不是人话。我跳出来看，我自己说的都不是人话。但后来呢，就是得想个办法，我得站在这个角色的角度，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我觉得我说的没错，我就是这样啊，我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呀，啊，对吧？我凭什么呀？所以其实我觉得会，因为我之前总演过，也不能总演反派吧，演过反派吧，
大白不算反派嘛？他当然算在剧里的反派，但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是英雄。就像我最开始我第一部戏演的那个《热血少年》里边魏成风，那个纯反派。心中建座城墙，不切的荒唐，我还是这样蜚语流长，蜚语流长。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牵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有人问我一句话，说老大，内娱好混吗？我看到这种问题，我现在我跟你说，以前我敢回答，我现在我是真不敢回答。我现在以前我可能因为我的直播间当时的时候，我以前直播的时候，直播间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闭塞，我说的话不会被传出去。但现在呢，我真的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就等于先有鸡和先有蛋的一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答都是有问题的，你懂吗？他怎么答都有问题。你说，比如说内娱好混吗？我说好混，肯定不对。说不好混，那你别混了。懂这个逻辑吗？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你说什么都会被人骂的一个答案。所以这种问题我就不回答了。所以这种问题也是可以回答的，逻辑就是要有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好不好混我也不知道，你来自己体验一下吧。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有我的感受，你有你的感受，所以你有机会你来混一混，你试试呗，可能你会获得快乐，也可能你会获得痛苦，不一定，所以你自己来尝试吧。有朋友就说60岁再说，那没有什么60岁再说的，任何事儿都是有苦也有甜啊！我觉得这就客观的说，任何事儿都是有苦也有甜，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你以后我的工作也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是一直痛苦到底的，没有，那都是并行的，都会有啊，有苦也有甜，黑夜里一束光，照亮飞入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有朋友说，宁哥，哭戏对你来说难不难？难。哭戏对我来说非常难，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爱哭的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所以哭戏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难啊！我觉得真的我每次一遇到哭戏的时候，我就压力很大，我会很痛苦，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哭。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勇敢勇敢我的朋友，就算明天没有彩虹。小哭包是谁来着？我没那么爱哭吧，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演戏里哭，那有的时候是第一是工作需要，有的时候也是 ZQS 哥嘛，有可能是这样的嘛，讲究一个就是演戏讲究一个 ZQS 哥，所以那个是正常的，但是我日常是不爱哭的刚不说在那个开推里吓哭了吗？
吓哭和正常的哭泣那是两回事儿。吓哭是被动的，吓哭是被动的，就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那是生理反应啊。当然演戏也算生理反应啊，因为真的太吓人了。骑马还真不是吓哭的，骑马是因为吹的，他那个马有点快，当时刮风。因为我眼睛就是幸亏眼睛小啊，我自己先说了，我因为眼睛就是有的时候吹风吹大了就容易流眼泪，迎风流泪啊，迎风流泪。有人说宁哥怎么哭能一个眼睛流泪？求教学，我教不了你啊！你是演员吗？你演员你是找专业老师学，你跟我学啥呀？什么叫一个眼睛流泪啊？下次朋友们你们在哭的时候，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就是两个眼睛，大概率啊是有一个眼睛先流泪的，大概率是有一个眼睛就是眼泪会比另一个眼睛眼泪多，啊。他两个眼泪不是同时你需要挤满了之后再让它同时下来，但是你正常哭的话，其实是一个眼睛流泪的，就是你会有一个眼睛先掉下眼泪嘛，啊、我当时我跟你说，我遇到一个演员朋友啊，就是他哭的时候呢，他可以控制左眼和右眼哪个眼睛眼泪下来。哇，当时我会觉得哇好厉害。就他哭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拍戏嘛，就是拍戏的时候嘛。比如说他哭到他的，我俩对戏嘛，到他进行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哭，我就是本能的哭，也不是说本能的哭嘛，我就会正常哭嘛。就是拍戏具体的事我就具体的逻辑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哭嘛。哭了有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睛不一定哪个流眼泪，有的时候是左眼，有的时候是右边，不一定哪个。然后呢，但是我就发现他可以控制，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控制的？你可以这个眼睛流眼泪，他就教给我了，这个其实就是你感觉他很厉害，但是他确实很厉害，但是你听了他的方法之后，你知道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说方法很简单，但是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吧？哦，他给我讲完之后，这个方法就很简单。女朋友眼药水没有，不敢。现在演员谁敢用眼药水啊？不敢用。然后那个啥。宁哥展示一下，没有，有时候机密也不算什么机密。其实我可以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你们谁想知道的话，微信微我50，我把这个秘诀教给你啊。你看似我是一场直播，但是其实也是在卖课。这个课呢没有什么内容，只是告诉你是一个非常离谱，一个不是离谱。你好像看见我，但我现在你看我好像这个直播是看是免费，但是现在我开始割韭菜了。想要知道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秘密的话，微我50。夜的一束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似我温柔的肩膀。有我说不想知道，拜拜。你明知道我是在开玩笑。虽然我也知道你是在开玩笑，但你就不能说捧着来一把吗？你能不能就是俩人演戏，你得搭起来，你得捧一下。我开始傲娇了，你得开始就是怎么说？你得顺着我这个来一下，你不能给我亮字啊，对吧？你得那种就表现出那种很祈求得到答案，或者是跟我讨价还价，这样戏嘎就出来了。
第一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是那种你得求我告诉你，第二是呢你是很渴望，但是呢你又加了一个部分，就是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人设，这个人设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你是一个特别抠的人，然后跟我讨价还价，最后咱俩35块钱成交，这个戏才能出来。你得自己给自己设定这个戏的过程，你不能上来就是比如说我说哎微我50，好不要了走，这样戏结束了，那不行，你知道吧？所以你得能不能配合我一下？31口价啊！5块，其实5块钱也是可以的啊。你们这么多人可以在一块儿，就是一起讲究一个团购，没有，1块钱交个朋友。没有，当时我确实学到了这个技能，也是当时他教我的。他说你这样试试呢，我当时一试成功了。原来这么就是我看似非常难的一件事，原来它这么简单就能做到。但是你不学，你是真不知道啊。就比如说你去一个饭店，你就去吃一个菜，它有秘方，但是你看这个秘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菜好像很难做，但是其实你做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容易就做到了。但是你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就可能展示一下。我有病啊！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第一点是这样的，朋友们，我没必要直个播，当时我没事儿在这哭吧。第二是啥？就是我直播哭这件事儿要传出去了，不得要人嘲讽死啊！说刘宇宁那个样还在直播里搁那演戏呢，还告诉朋友展示什么叫做演技呢？就他演那个样还在直播间给人示范怎么哭呢，还给他演哭戏呢。也不知道我们内娱到底怎么了，怎么什么人都能演戏吗？他背后的资本到底是谁呀？谁捧的他？真的是这种就这样的也能去演戏，太不公平了。残恋就铁石心肠，用真心换来一场荒唐，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我预判了你的预判，不好意思，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的预判啊。却禁锢在黑夜，任它猖狂，任它猖狂。I've been praying for you。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借我温柔的情。有朋友说，通过你说的词儿，想到了那个刻薄的嘴脸。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不。有人说这是真人吗 ？AI 啊 ，AI 合成的。现在是我其实这个人，我人现在此时此刻已经在这个泡脚了，已经准备睡觉了。但是此时此刻，我的这个 AI 在这儿给大家播。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我也触到了光芒。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才换来满。有朋友说：“宁哥，你看到我你就呼吸一下。”
你也是真有活，你是。回忆也漫长绵绵不忘，执着的人用什么抵挡？在心中建座城墙，不解的荒唐，我还是这样。如果您哥小贝能聊吗？可以能聊，为啥不能聊？你想聊啥呀？你想聊啥？流长，飞云流长。I've been praying for you。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牵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小贝什么时候能见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这还真不知道。没有，我也没有收到什么消息。咱最近发给我一些那个 OST， 然后具体的别的事儿我也不太知道。我也触到了光芒，等我以后渐变强大，等我们都换了白发，我都不愿忘记，当我迷失了唯有你。小贝是 BE 吗？我不知道。不能剧透，反正你就是到时候看呗。因为小贝那个时候，因为他毕竟是个现代戏，所以那个时候，我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控制自己的吃，我天天狂吃，就开心啊，就是吃啊，每天就吃好多好吃的，再加上那个时候在重庆拍戏，狂吃，就是不管啊，就是放纵，当时吃很多，黑夜的一束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赐我温柔。然后小贝那时候在健身吗？不是小贝在健身，因为小贝那个时期呢，是我前面一阵正好在那个北京待了一阵嘛，我正好是那个时候拍完戏在北京待了一阵，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健身，那一阵我健身，我狂健。我狂的健身啊！那个时候，那会儿找教练，天天狂练，确实就是稍微有点型了，狂练。因为我当时答应是去年说年底的时候看腹肌嘛，结果戏一演上就感觉就是每个人整个人就很疲惫，就是完全也不健身了，我问小贝是男一还是男二不重要啊，小贝就是小贝，属于我的一个角色不重要。男一男二我也是那些钱也是那些戏份，所以不重要，管他呢。高伟光比你高啊，他真比我高，他是真心比我高。我连续遇到2部戏的这个演员比我，3部戏，那个谁也比我高袁璐也长得比我高陈有为，我当时进组的时候，那前我们在敦煌开机，然后那天刚进组嘛，说大家认识一下吃个饭，我就跟这哥几个我们几个吃饭，我一看我陈有为这么高他比我高，但是他演我那种就是弟弟那种的，他演我弟弟但是我一看我弟弟比我高，发育也太好了吧这陈有为不能说比我高，我俩差不多，我俩就是相差不会差过1公分，我俩相差不会差过1公分，你知道吗？但高伟光是真比我高，他比我高，
的样，你愿意我。比如说张凌赫呢，张凌赫我俩应该差不多，因为没有正常量，但是我们相差就也超不过，就哪怕他比我高1公分，或者我比他高1公分，就这么样，因为我们也没有见面说，哎，来过来小伙，咱俩聊上歌，那也翻不上，反正就是你在一块儿，你大概一量你就知道你俩身高的一个这个区别了嘛，对吧？就是也没有说强调什么身高，就是也没必要强调身高。哦，也没必要，因为就比如包括周柯宇，我们仨一在一块儿，就反正都挺高的，一看就是大概都差不多，差不了太多啊，就是相差不会超过2公分，相差不会超过2公分啊。哎，我遇到过，想看你们合作一部戏，有机会的吧？有机会的，阳光总在风。对这个歌，当时那个谁，当时我录节目的时候，白宇也跟我说狂风袭来那个歌他唱了。我说啊，你唱那个歌了？他说他好像参加哪个活动，他上去唱了这首歌，沙土会深海，倒映着山脉，日夜不再，无声的黑白，时间的尘埃，等谁解开？迷雾中醒来，真相的掩埋，命运或许早已有安排，可什么阻碍，都让它崩坏。狂风袭来，就让世界明白，偷换一个未来，等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换原来。有朋友说宁哥你团队换了吗？没换，就是最近好像就是工作室的物料好像有所改变，对不对？我看到一个评论，因为我那天不是去那个迪士尼嘛，有人那个拍到了我团队的一些人嘛，他说怪不得最近这个工作室发的东西比较的就是讨我们喜欢，原来加入了00后啊，原来工作室来新人了，来了一批00后啊。狂风袭来，就让世界明白，总换一个未来，等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换原来个原来。狂风袭来，发球尾巴捅破阻碍，前方的位置等着咱揭开，升起太平，无论成败四中四外，我就不加快，走现在给城里可快，外面有个交代，我随随。有吗？工作室还招人吗？目前满员了。不招人，不招人，就是够用了，目前够用了，所以先不招了，你去找别的工作吧。所以是新的吗？不是新的，就是那个加了一些，因为以前我这块说是，以前我是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我以前第一是不爱拍照，第二不爱拍视频，就是不喜欢拍照，也不喜欢拍视频。就是比如说我参加什么晚会，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是前一阵我刚参加那个东方卫视那个影视剧盛典嘛，
参加那个，然后基本上像艺人呢都会做那种出发图，就是包括什么你们也看过什么微博之夜呀，然后艺人都会有出发图。什么叫出发图呢？就是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发一个图给自己今天所有关注他的人和这些大众所关注他的人看一看，今天他穿了啥衣服，什么造型，什么妆容，怎么样，有没有品味，好不好看，帅不帅气，漂不漂亮。啊，这是艺人的一个常规操作，就是你在做任何活动之前，你要发出发图，就是告诉大家我出发了啊，我参加活动去了，怎么样？我这衣服今天去选的这个衣服高定啊，这是这个秀款啊，我这个是那个淘宝啊，告诉大家穿了什么东西，这是就是每个艺人都会做的一件事嘛。但我以前我属于就是什么呢？因为我说句实话啊，我自认为自己是长得不好看的，所以我特别讨厌拍照和拍广告这两样，拍视频、拍照、拍广告这两样我特别讨厌，因为我不喜欢去摆 pose， 因为摆完了不帅，怎么摆怎么奇怪，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拍照，也不喜欢拍视频。你就别拍我啊，别忙到我。尤其有的时候我参加晚会，还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呢？我每次参加晚会，我都喜欢什么呢？我不喜欢，我都有一份工作是什么呢？我要唱歌。我一般到了任何的是演员的晚会啊，我也要唱歌；到了歌手的晚会，我也得唱歌。就是每次到那个晚会上，都会有演出啊，都会说刘宇宁你来了，那你就唱首歌呗，给你弄个节目。我说行。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比如说我今天有现场演出。我今天有演出，我并不是说去打扮的漂漂亮亮去走个过场，然后上台领个奖说个话我就走了。我一般基本都是会有一个演出的，都会有一首歌唱一首。所以呢，我有演出的时候，我心里压力就会很大，也不是说心理压力大吧，我会给自己心理建设。今天我有演出，得好好唱，别唱呲了。我毕竟是个歌手，虽然最近在演戏，因为唱现场这个东西吧，确实不好把控。所以呢，我就会有的时候，他们就我的团队，我包括工作室说，哎，那个老板你拍点照吧，我就会特别烦，我说不拍，别拍。后来发现这个大家都拍，那我就拍，可以拍点啊，拍点得了，可以，行了，别弄了，可以啊，照2张得了，你一共不就发个6、7张嘛，够了，可以。他们其实我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挺无奈的。啊，但是我没有说这么的，我刚才只是夸张的去这样，当然我对工作人员态度不是这样的啊，我都是这种，啊，不拍了好不好？啊，我真的有点烦躁了，一会儿我还有演出呢，咱们没事儿，不是说工作室只发6张照片吗？我们差不多够了，你相信我，绝对够了，没问题的，你们已经做得很棒了。可以，你们真的是，我觉得你们辛苦了，没事多休息，你们把这几张照片给我好好修一修，发出去就可以了。啊，好嘞，那我先去做准备了。你们更相信前一种还是我刚才这一种？那乖乖等盛宴开始走来，不行就让时间停摆，都问一个未来，都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问原来可原来。我更信第一种，偏第一种，但是也不会那么的，就是那种赖劲。但他们大概也是，因为他们也不会逼着我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抵触这个东西，很抵触，也不想拍。我就说踏踏实实的我演个出，然后来参加活动得了。但是呢，他奈何这个，我粉丝总骂，啊，就是总是说怎么事儿，几点了还不出图？人家艺人都出图了，怎么还不出？为什么？你们工作室都干什么吃的？啊！我就会觉得，这不就是骂我吗？就好像在说刘宇宁啊，你作为一个艺人，你连照片都不拍，你当什么艺人？你应该出来营业的，你应该就是你粉丝这么支持你，你别让你拍2张照片，你怎么了？你给他狂什么？你是不是狂了？你是飘了？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呢，我就稍微就调整了一下，我说那每次其实在每次出发，就比如说这个需要拍出发图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拍，而且我也配合的挺好。
但是太多我肯定也受不了啊。但是因为我听说很多艺人非常卷，就他们啊基本都会提前1天去。朋友们，很多艺人真的，我当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说我见到的状况和我觉得他们做的很棒的点。他们比如说这个活动是8号，他们6号到了地方开始化妆，化完妆把衣服穿上之后出去拍出发图，7号一天来修图选图各种的，8号真正活动那一天再发出去。我会觉得哇，好卷呐，啊，好厉害啊！但我基本我是做不到那个的，因为我一天干不了这种提前，比如说这个事儿，比如说提前让我一天干，我就会觉得很累啊。但很多艺人会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崇拜，还挺那个敬佩人家的啊。对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了，现在工作室发的内容也不少了，偶尔发一些我的日常啊，或者我参加哪个活动，他们会录一些视频，然后剪出来给大家看。其实他们现在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也得改变嘛啊，包括随着这个发展也好，我工作室告状，他们没有告状，我只是因为我总喜欢去看一看啊。所以我也是因为再一个我意识到了，可能我需要做这个事儿了。很多事儿别人劝我没用，我需要我自己意识到。那我意识到，我觉得，哎，你看有的时候我会主动，我说那个这一次去把宣传叫上，然后你给我拍点东西，啊，拍点视频啥的，到时候发给粉丝他们看一看，他们看着挺乐呵的，啊，就是他们还挺喜欢看的，啊，就是觉得起码这样我有个借口不直播嘛。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他们起码看看这些物料啊。今天我那个团队的人跟我说那个老板，今天我们手里有物料，要不就发一批啊？我说先别发，因为我今天晚上要直播。等我过2天没时间直播的时候，如果我粉丝太想念我就发一批物料出来安抚一下，稍微安抚一下。今天我直播，所以咱物料就先别发。我说客观评价一下盛典的应援，就是嗓门挺大，挺能喊啊，挺能喊，很不错。我都说了嘛，大家很多朋友跟开水壶成精了似的嘛，啊，呜的啊。有朋友喜欢不？说实话，你就问前面3个字就可以了，后面那3个字你为什么要问我呢？你在那骄傲什么？你喊了，当时那个开水壶这声音里边有你一声，12重奏里边有你一个声部，还在那儿喜欢吗？说实话，我都能想象到你那个嘴脸，你真的是。怎么样？喜欢吗？说实话。可以，挺好啊！但是就是当时觉得就是哎，但是我没想到，因为我认为那样的活动就是因为那个像那样的活动有很多人嘛，那票也有限，然后有些朋友通过一些关系走进去的。啊，
家里有关系就走进去了，或者是认识什么谁谁谁，就是这些对吧？能搞到票能进去的，没想到那天进去那么多，挺诧异的。当然这个就是也不能说觉得很有面子吧，就是因为你毕竟你在那儿，然后你家朋友来支持你，起码就是开心的啊，是开心的。倒映着深白，日月不再无声的黑白，时间的尘埃，等谁解开迷雾中醒来，真相的掩埋，命运或许早已有安排，为什么阻碍？有朋友自己买的票啊，挺好啊，挺好，就是咱反正挺那天是反正是声音挺大啊，因为里边也去那帮人，就包括前辈也好，包括新人演员也好，都挺多人的。然后但是你们都在，也挺好，辛苦你们了啊，辛苦了。狂风袭来，就让世界停摆，偷换一个未来。等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换原来的原来。狂风袭来，就让世界停摆，偷换一个未来。等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然后聊一下长沙应援。长沙应援也挺开心的，因为每次我去长沙的时候，去录那个综艺的时候，就都有好多朋友去。然后呢，就是当然也很感谢，我每次真的很感谢很多朋友千里迢迢来到这儿，然后为了给我呐喊也好，为了给我助威，给我撑场面嘛。因为就是都是很给我排面儿，很给我排面儿。然后很多朋友就历尽千辛万苦来的。然后呢，也都很不容易。我都是每一次，因为我每次我觉得大家来一回，然后呢，就想说呢，我起码下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我知道咱家朋友都很有，我们之间就是很有那种，我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你们不会说上来扑倒我呀，或者造成什么乱糟糟的呀，基本都不会。啊，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乱糟糟，其实都不是咱家粉丝，都是一些代拍啊，或者别人家粉丝挤过来，想要这个看看猴这种的。然后，但是其实咱家朋友都很老实的，站在原地啊，都是，比如说我就给大家打招呼啊，他们都踏踏实实的，也挺好的，每次都会这样。但是最近呢，就是因为就是不能太那个什么嘛，因为人家所有的东西活动吧，他也怕出现任何的问题，他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就会很大，所以这一次也没过去给大家打招呼，然后也是那个什么，当时我就在群里就说了嘛，啊，当然还是很感谢各位前去现场，然后给我加油助威，给我应援的朋友，非常有排面，非常感谢各位啊！而且那天下雨呢，啊，那天还下雨呢，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感谢吧，啊，何德何能啊，有朋友说奶茶破费了，那还好。那些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那有啥？讲讲开始推理吧。其实没啥可讲的啊，就是因为我刚刚该讲的就讲了，就是因为这些嘉宾呢，我都相对来说熟，然后呢，就唯一有一个新朋友，然后在录制过程当中也挺开心的，我们就也很快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对，因为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因为我也好，白宇还有周柯宇，我们三个算是上一季的老玩家嘛。然后呢，我们三个属于上一季老玩家。然后呢，其实也不能说带新玩家吧，但是其实是要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录过这个节目，我们会熟悉一点，然后呢会给那个新玩家多说一些我们上一季的一些经验呐，和节目组会怎么搞我们呀。或者是从那个推理的角度，一些谜题的解开方式啊，就是我们会分享，虽然说的也是胡说八道啊，自己给人叭叭讲，说哎，我跟你讲，节目组这么设定的话，他肯定我跟你讲后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结果完全没有。
啊，我告诉你，这个题要这么解，这个很简单，这就是这个加上这个，然后再减去这个，再除以这个，就完全就解开了，啪，没解开。啊，就是开始的时候以为会有这个老玩家的一个优势和一个这个优越感，结果一般般。啊，结果一般般，还在那叭叭给人上课呢啊！我回头就在想，这不会很讨厌吧？觉得自己可聪明了啊！我跟你讲，这个案件啊，哼，我们早就知道凶手是谁了。结果一看答案不是，啊，所以呢没有，所以第一期呢，可能我们更起到我白宇还有周柯宇是作为一个老玩家，会更多的去分享啊，更多的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这个解谜的一个逻辑嘛，就是其实我们是好意。啊，好意是想要给人就是一点启发，让他们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结果人家玩的比你明白，这个是最尴尬的。啊，这个是最尴尬的，以为就是引导别人说我们有经验，我给你们说点这个方式啊，基本上他们节目组会这么搞，结果人家玩比你明白。啊，所以后面就还好，后面我们就一块去一块解谜的，反正就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些人起码就气场是合的，啊，就录节目其实看的一部分是节目啊，一部分是节目，另一部分看的是人物关系嘛。其实很多朋友你们老看综艺，你都知道看的是人物关系啊，人物关系就是这群人在一起气场合不合啊，他们在一块有没有意思，你喜不喜欢看这几个人在一起叭叭啊，哪怕是非常傻的做一些推理，你喜不喜欢啊？这些人氛围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一季呢也非常不错，氛围也都挺好的，因为都很熟悉，人也都很好啊。开推是全部录完再播吗？不会，他应该会先播的。他会先播的，然后边录边播，但是他有后期还有审核，就是他有那个过审嘛，他各种其实跟剧是一样的，他需要过审，然后过完审之后剪辑，然后再修改，然后再排期，它其实跟剧是一样的，所以也不会很晚，很快有我相信这个月末之前会跟大家见面吧，希望是啊，当然我是希望是，那不一定啊，这头发太丑了。有点长了，刚剪完。就是我之前其实我录这个节目啊，当时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其实现在我有一点变得不像我了。以前我在做什么活动，做综艺也好，或者参加活动也好，我都会比较放松，我就觉得开心最好啊，就是我就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就是你因为录综艺嘛，你需要投入嘛，第一是投入，第二是活跃嘛。但现在呢，我好像也是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网暴吧，也不算网暴吧，就经历了一场挫折。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有一些小心翼翼了。我当时有一个点，我一直在想啊，因为我们这就是当然我跟你们分享啊，我现在会有点紧张了。然后呢，我这一次去跟他们录节目不是有我们这次会有音乐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比如说就是会有一些音乐的元素啊，这具体是什么样我就不说了，到时候你们会听到我们唱歌了啊。然后呢，我当时是跟张凌赫一组，我俩一组，我俩是唱同一段歌。然后呢，就唱完之后呢，我俩唱同一段，因为那个歌本身很难进，真的很难进，所以每次呢，就是进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容易进一点，因为毕竟我还算是一个专业歌手吧。啊，我可以这样进，
就是我可以正常进，但他呢可能是没有那么的擅长唱歌，所以呢，就是他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他很有趣，我觉得他人好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呢然后呢后来那个他唱歌我就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在那个节目过程当中就 get 到他唱歌的魅力了，我可以这样说没毛病吧？我 get 到他唱歌的魅力了，于是呢，我在节目里总 Q 他，我说我不想听别人唱歌，我就想听张凌赫唱一首，你给我整一首，你整一首，来，咱俩整一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我是想要，因为他是新朋友嘛，他第一是新朋友，而且我们需要，其实朋友怎么去熟络呢？就是调侃，开开小玩笑，然后呢，去通过一些这些调侃，当然他不会唱了，当然我也不会强迫他唱了，但是只是大家都你知道吧，他成为一个小梗而已啊，他成为一个梗。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就想听你唱歌，我求你了，你给我唱一首，我求你了，我就会这样。但是呢，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会这样，就因为我当时我们就觉得聊得很开，他也是开得起玩笑的，他也说我不唱，我说我给你微你100块钱，你给我唱一首，求你了，就是我们会开这种玩笑嘛。但是呢，我那天录完节目回家躺在床上，我就在想，我去，这不会有问题吧？我会不会有一天等节目播的时候，人家会说刘宇宁，你这个人怎么人品这么差？你在接别人短？你什么意思？你是歌手，你唱歌好听，然后你就总 Q 别人，你去嘲笑别人是吗？当时我一直躺在床上想这个点啊，我当时一直在想这个点。你强迫别人，你去强迫别人，你这，你霸凌新人。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当时回去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一宿没睡着。我在想，我没事吧？我自己就在过脑子，没事吧？大家应该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吧？因为我不至于说我去贬低他来证明我唱歌有多好，没必要啊。因为这样的话，我的这个音乐酬劳也不会因此所长高或者怎么样，不会啊。当时我一直在想这个话题，所以我当时想了几天之后，我认为觉得好像是没什么事儿，因为大家在里边的氛围很好，大家就不会往这边想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现在有点这个前怕狼后怕虎了。我现在就是会想好多，我会觉得这些让我不快乐了。没关系，我觉得我是这样的，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啊，让我恢复以前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就是尽可能的谨言慎行，但是又不能失去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缘，隔天涯上月亮？我播了4个多小时了，我播了4个多小时了，我已经。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这样吧，朋友们，我今天现在几点？9点59，我今天播到10点半，好不好？再播半个小时，行吗？今天就到10点半。
再跟你们唠会儿嗑，反正也好久没上来跟你们唠嗑了嘛，唠一会儿啊。你们等我一下，我去趟卫生间。我放个 VCR 吧，放个 VCR。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跟我唠的，咱们就。朋友们，有这个现在直播有笑声吗？就是这个，有吗？这个有啊有啊。好，完美，这场直播绝对完美。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跟我唠的，咱们就在这里共同度过，我们一起虚度时光，好不好？我这人可会聊了。来，有朋友在公屏问说你谁呀？我收电费的，开门。我说刘宇宁真帅，嘿嘿，废话，怎么用你说？那你说你是歌手，那你来首歌吧。啊，来什么呢？有什么想听的英文歌你点吧。我是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朋友们，你闹呢在那儿啊 ？Dumplings, noodles, beef, beer, whiskey, apple, pencil, emo, lemon, lemon tree, bounce, 动词，放这个档次档次上来了 ，tiger。啥意思？就是您太哏儿了。有朋友说声音小啊，麦克风都要塞嘴里了，还声音小。有朋友励志上火，上火的事儿多了，我瞅你我都上火。有朋友说你为啥不演霸道总？霸道总还天天跟你嬉皮笑脸的。有朋友你演拐杖，我演圆规，我演拐杖。说如果你现实当中也这么说话的话，会不会被打？现在是什么社会？谁敢说打人就打？啪！对于一个刚出道的人，一个30几岁的孩子，你知道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吗？破防了，一下就破防了。情到深处，永远控制不住。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啊！对，意思一下得了。把那个手机二维码打开，我扫你。支付宝到账5元。服务员，来2瓶啤酒。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帅气的脸很危险，花花世界迷人眼。你播这首歌什么意思？这歌刘宇宁唱，刘宇宁认不认识？不认识啊。不认识，去看看热搜。有朋友说刘宇宁你不用上班吗？我那个造型可压酱美美的呗。朋友们家人们，这个长发我为你们而留。我说宁哥我是你哥，你赶紧唱首歌，我是欠你的对不对？没错，欠你的。还有在场有没有我的影迷？我给你演一段啊。什么叫做下头男？对，做什么呢？是什么呢？发个照片过来给我看看，发一个，快点，就把拉黑了。还不发是吧？跟我玩欲擒故纵，我给你发一张我的照片，怎么样？我室友说一般，你别往你室友身上赖，你能不能你有点担当？你给我来了一招无中生有，给我来了一招暗度陈仓。朋友们，你们等会儿，我去换套衣服，我去重新做个造型。各位学姐好，老师好，我是3年2班刘宇宁。你别看宁哥跟你俩直播，天天张牙舞爪，胡说八道，但现实当中唯唯诺诺啊，只敢在网络上纵横出击呀。我也想永远单纯善良，我也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看看远方的山，远方的水，花怎么开，水怎么流。你们也放心，我现实当中也是个正常人啊。对，我为了怕这个裤子全套穿有点不雅，所以我下面穿了个短裤啊。有朋友说商业价值少了一半，不可能，这首歌送给3弟，我好想你啊。有朋友在公屏打字说，他对我笑，他是不是喜欢我？还有不少眷恋。过四季千遍，晚上好啊！晚上好啊，我的朋友们！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哦，真的吗？5000万了？哦不，这怎么可能？上月亮，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球场。有朋友说，快从刘宇宁身上下去。你的意思是，不管你是谁，我命令你从刘宇宁身上下去。说的这么吓人。我说刘宇宁，你做自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从不抱怨，因为抱怨没有用。当然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啊，我需要慢慢的去，因为
环境确实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就慢慢的适应嘛。有朋友有新的电视剧吗？我正在努力，快点拍。啊，就是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剧和喜欢的剧本，我真的很难。然后呢，也在尽力的拍嘛，也希望大家稍安勿躁。会新的话术在反复，彻夜无眠共度。对，前两天我看大家在卷那个创作观那个啊，我看到了，辛苦各位啊，辛苦各位。重新认识的故人，同来是路。哥今天不唱歌吗？你是刚进来吧？你刚进来有什么资格说当时还在挑三拣四？来晚了不知道啊？前面唱了，但我今天这个没吃饭，没有什么劲儿，所以就不唱了吧。啊，就跟你们哼哼一会儿可以，但是我就不正儿八经唱歌了。哦。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云和天涯上月亮？就在江湖之上。有人说，有人在公屏打字说：“刘宇宁，你评价一下谁谁谁。”我有什么资格？我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其他的人？我算老几？你当我是那些 UP 主啊？我要锐评这个锐评那个的。我又不靠一条视频，我要接广告赚点小钱，我犯不上去评价人家呀。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愁肠，人间一趟如梦一场。你可别吓唬我了，我谁也不敢评价，我谁也不敢评价。我现在连我比较熟悉的朋友，我提到了我都得小心翼翼一点。我连我一些熟悉的朋友，我说我提到他的名字了，或者是哪怕说开玩笑提了一下，都要小心翼翼，就别提人家。以前我认为就是大家就是比如说，因为这个圈子嘛，你作为一个艺人来说，其实带给大众就是一些欢乐也好，或者一些好玩的东西也好。那大家看到你们在一块玩，获得的是欢乐也好，或者是获得觉得好玩的东西也好，结果所有的东西现在都要上纲上线，那就别提人家了吧。我就都要上纲，所有东西都要上纲上线，我就觉得那就别聊人家了呗，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啊。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愁肠，人间一趟如梦一场，江湖相望。就是别就尽量不提别人嘛，对吧？也没必要提啊，有啥可提的？毛血旺还续吗？那天真的是那天录好溜的时候，那个雪琴问我了，说宁哥你5月份干啥？我说我那个啥，我5月份在组里拍戏啊。他说那完了。他们毛血旺好像是5月份开录，啊，5月份好像开录，然后他寻思没事去一期。然后我说那个时候我到时候应该进组了，所以应该是又去不了了，太遗憾了。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凭着直觉从歌里又隐藏一种特别，在触电的环节开始怀疑双眼，
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有朋友说，我妈说你看起来很斯文。没有后面败类2个字吧？他仅仅是说了斯文2字是吧？没有提到后面的说，你看这小伙看起来很斯文。是吗？哦，看来不能张牙舞爪了啊！你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一点呈现。怎么你的阿姨呀，我都是装的。姐，我都是装的，我这人就是特别的，就是我是社会小流氓。我不是什么斯文的人。我请教心相劝，我想你应该怀念女人的感觉，所以我将过程悄悄敷衍，发现。有朋友说，宁哥，我室友说你很帅。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别人称赞我帅了。我们这是我自己找的水军，自己雇的号，都是自动发的那种的。就触动了某一个关键词，他就自己就发出来了，说刘宇宁，我觉得你很帅，真的很帅。有朋友说我老公说你好帅，那也倒不用，你老公肯定在你心里是最帅的啊，我一般。You are my destiny。 BGM 都得换一下。有朋友说，我爸妈看到你一路走来，都觉得你很厉害。厉害，那肯定是不厉害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回想以前的一些经历的事儿嘛，包括一些我一路走来的一个过程，我会觉得挺神奇的啊。对，尤其前一阵我回丹东去回去一趟之后，我就更深有感触，我就会觉得这一路走来其实挺神奇的，嗯。我厉害倒也不厉害，我觉得更多的是运气吧，就是包括选择。因为刚开始我最开始就刚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还比较火，那个时候不谦虚的说，就是那个时候作为网红那一波的时候，我挺火的。嗯，那一阵挺火的，热度也挺高。在那个时候的选择，我没有选择继续直播，那个时候我的选择是要当明星，而且我没有去参加什么商演，
也没有说跑场去酒吧跟人唱歌跑商演赚钱，我那个时候没赚钱，做了不赚钱的事儿，然后就去拍戏去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拍过戏，就直接去拍戏去了。当然也遇到了贵人嘛，去拉了我一把，给了我个机会嘛。然后我觉得是选择吧，就是每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我好像都没有选择特别错，就一直到今天嘛。到今天我回头看看，我说有什么选择是错的，好像没有。啊，当然以人生也没有回头路嘛，当然也有选择错的时候啊，只是我会把那些当做我的宝贵的经验，然后对自己也是个锻炼。如果你真的是一路特别顺，你啥东西也学不到。当然也不能说我一路特别顺啊，但是我也不想卖惨，是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艰难，就是因为有些事儿是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第一是什么呢？第一说出来就是它属于一些不能告诉观众的一些秘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说出这些东西来说，只有你的粉丝会心疼你，大众不会心疼你的啊。大家路人也好，或者是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人也好，他们不会心疼你的，所以没必要去把这些觉得自己辛苦或者觉得自己累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说出来，都没有必要啊。我记得王源不是有首歌吗？叫做《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我好像还真的听过他那首歌，但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很难有感同身受这件事儿。所以你去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给大家讲过吧，我曾经拍过一个戏，我讲过应该是啊，我拍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决定想要做演员嘛，然后呢，也是就想说去当演员，然后呢我也很喜欢，然后呢，但是那个戏拍了1周之后，我收工回到酒店之后，就是头套卸完妆也没卸，就站在那个水池的前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对我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说刘宇宁，你是个歌手，你好好唱歌混口饭吃就得了吧，你为什么要来演戏？你为什么要当演员？为什么？我真的有这样的时候啊！我真的有这样的时候，灵魂拷问自己。那个时候我都差点得精神病了。你想想，你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场面说在影视剧里经常发生，但是现实当中真的有几个人会自己跟自己对着镜子说话吗？很少。那个时候我已经就这样了。有朋友说：“难道被你镜子里的美颜所征服了？”你可能看我的机会比较少，我看我自己看30多年了，不说吐了吧，也差不多了。我怎么会觉得自己的美颜惊艳了？怎么不会？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做演员的过程当中，也有选择上可能会当时会觉得后悔，但后期都会觉得可能都是收获。然后就会有一些自我调整的一些，就是思路吧。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就是不是
特别觉得特别 OK 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我开始的时候会很较真儿，我觉得这个不行，这啥呀，这不行，我不可以。但后来呢，就会觉得好像也是更多种可能吧。反正我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在说服自己和打开自己，和去感受更多和丰富自己，然后最后成全大家。有朋友说：“宁哥啊，你这个霸道总裁的一个剧本。首先呢，宁哥就是没有你想象那么活的那么多，就是这个行业的戏任我挑选，我没有。我现在属于有活干就不错了，有戏找你拍就不错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混口饭吃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点，霸道总裁不是说你想演就能演的。第二是啥呢？第二是，女人你是在玩火，不过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接一个。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是我接到的一些角色其实也是霸道总裁，但是是在古装戏里的霸道总裁。只是说不是说霸道总裁嘛，但是是古装戏的霸道总裁人设，其实也是一个感觉，就是那种女人，我让你住口，3分钟之内，你给我收拾好行李滚出去。这不都是霸道总裁吗？这不都是吗？这都是霸道总裁台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嘛。3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他全部的消息，务必给我查清楚。就比如说像很多古装戏里不会有台词像，过来，去给我打探一下他的底细。但转换成现代戏里不就是，管家过来，3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他全部信息。只是你在古装戏里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说出来了吗？是一样吧？就比如说，现实当中霸道总裁会说什么样的词呢？说，既然你在我公司一天，你就要听我的，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这是那个什么吗？这不是那个现代戏霸道总裁的台词吗？那如果换到古装是什么呢？这个天下就是我的，我要你生就让你生，让你死，你必须死。不也是在装叉吗？所以你很多朋友说演霸道总裁，我可能有些古装戏里也能满足你的一些有会儿想看呆米啊？等会儿吧。有会儿宁哥啊，你能不能演一个不死的反派？就是你演一个反派，演一个不死的，就这个反派活到最后是吗？可以啊，尽量呗。如果有遇到的话，就去接一个呗。
就是有朋友说那个，就是你这个你虽然演个反派，但后期洗白了，这个很难，因为有一些剧本逻辑上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啊，我也是听说啊，就只要你做过坏事儿，你可以天天喊，说我要杀了这个，弄死这个那个，是我要灭了这个三界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没有实际做，那 OK， 那你后期可以洗白。但你真真切切的，就是去做了一些东西，好像就洗不白了。Go baby go。有朋友说：“宁哥，你没事干个声优吧？”我跟你说啊，很多朋友跟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逻辑，是我不配。因为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配音这件事儿，所以我有的时候总会去听一些真正特别棒的那个配音老师的东西，然后我会听他们说，我会发现你跟人是有差距的，因为他们的声音好听程度和控制能力要远远高于你。远远高于你，所以你让我当声优，我是不配的啊！就是确实人家是比你厉害太多了，因为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家能做到，你做不到啊，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没人说的带感，就是人家说这个词儿，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词儿说喊了个招什么之类的，就是比如说拿命来，就这种的东西，就是人家喊的就比你带感啊，就是你可能就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也做不了配音演员这件事儿。但如果有机会让我去尝试给一个角色配音，我是愿意去尝试的。有朋友说去给迪士尼配音，我倒也不太行。3楼到了，大堂就在1楼。哦，我的朋友，欢迎来到上海迪士尼。你消失在 anywhere， 好像的说都是还你的，我不过是我玩你的，不要和那些男人攀比了，你让我向前看，不要纠结为什么你是叛逆的，看不惯了就换一个，不管是谁有一个算一个。I know Sam Fate， 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的眼里面装了一砖龟儿，刻着了 DNA， 有空来看看我，已经被冷落了一身灰，反正也不一定般配，何必袭击 ？Come here please。来吧，他最近那个带他打那个疫苗了，所以他没洗澡，然后让他就现在有点脏吧唧的啊，大家不要太介意。他就是最近因为他打了疫苗，然后不能洗澡嘛，不能进水啥的，所以最近就有点稍微有一些潦草啊，稍微有些潦草，大家也不要胖没胖，最近饮食非常规律。刚才估计睡着了，我叫他给他叫醒了，估计刚才睡着了。不要动，走开，讨厌。摔了。
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这多彩的舞池，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幸福的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你们好吗？强行营业。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抚慰我不安的种子，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兴致。爱是最美的情诗，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轻柔的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轻柔的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就在转身的一瞬间，你性感的占领我世界，心跳已融化在音乐。他有点烦了。行，差不多了。那今天播的时间有点长，反正这一阵儿呢，我要是没事儿的话，就给大家多多播一播，好不好？那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哎，结束词我都忘了怎么说了。希望各位在这里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都过得愉快。咱们下一次直播不见不散，拜拜各位。